那我就献丑了。买了红纸，又打了一壶好酒，这才重新上了驴车。等回到家，已经过了晌午。哎，小何，正好过来一起练字。就在家里一片和谐的时候，院子里响起了钟伯的声音：虽安小姐，有人找。林虽安披上披风，推开门，就看到了沈怀瑾站在院门口。沈大哥这会儿来，可是有事？今日在给村里人写对联，想着给你家也送一副过来。说来，沈怀瑾也算是双溪村读书最多的人了，这又考上了秀才，今日可不是大把人来求一副他亲手写的对联。多少钱？我付你银子。哪里需要银子，只不过几个字罢了。秀才公的墨宝，哪里是随随便便就能拿的？一字千金，虽然我付不起你千金，但该给的还是要给的。说着，林虽安就准备拿钱袋子，可惜摸了半天也没摸出来。你就莫要羞辱于我了，我那日是喝醉了酒，说了一些胡话，我向你道歉。喝醉了说出的话才是真心话吧？沈大哥还是赶紧离开吧，孤男寡女的，免得影响了你的名声。好歹也是个秀才公，名声坏了，以后如何娶大家闺秀？说话何必如此阴阳怪气啊？我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当初对严继宗言听计从，为了他寻死觅活，你倒是全忘了。原主当初为了严继宗确实做了不少荒唐的事，严继宗只要一向原主说几句甜言蜜语，原主恨不得把心掏给他。沈怀瑾，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自己心思龌龊，就不要拿我以前的事当借口。你和你那娘一样，狗眼看人低，说什么我允许你喜欢我，我呸！我需要你允许。你是优秀，但我林虽安不稀罕。以前你教我弟弟读书识字，这份情我认了，往后我找到机会自会还你。往后你别往我跟前凑，免得被人说三道四。说来说去，你沈怀瑾不过也是个伪君子，内心自私虚伪。你不就是看上我了又不承认吗？喜欢我让你丢份儿了，那你还是趁早把那份喜欢收起来。我林虽安可不允许你喜欢我。林虽安把沈怀瑾当初说的那番话反给了回去，看到沈怀瑾气得脸都黑了，心里畅快多了。哼，你的对联别人稀罕，我可不稀罕。钟伯送客，以后别什么人都放进来。沈秀才，这边请。转眼就到了大年30，一大早大家都忙碌了起来。虽安，你来的正好，正准备让你铁柱叔给你们送点自己炸的果子过去呢。我也给你们送了点肉过来，还有糕点。那我就留下了，也沾点你们的喜气。哎，王阿婆呢？她耳朵越来越不行了，许是没听到你来，回去喊她。很快，周冬梅就扶着王阿婆走了出来。阿婆，新年快乐，祝您健康长寿。好，阿婆还要看我们岁安成婚生子呢。王阿婆除了耳朵背了一些，身体倒是还不错。她从衣襟里摸出了一个红封，来压岁钱，岁安又长大了1岁。哎呀，阿婆，你自己拿着买吃的，我有钱。哎，赶紧拿着，没多少钱，就是一点心意，这是长辈对你的祝福。虽安，拿着吧，压岁钱，压岁钱，是祈福平安的。那虽安就谢过阿婆了。周冬梅将林岁安送到院门口，林岁安看王阿婆的耳朵越来越听不清，顺嘴问了一句：阿婆的耳朵可看了大夫？带着去看了，可惜没什么效果。好在当初听了你的，让你铁柱叔留在村里干活，这样也能照顾到娘，不然她一个人在家，我们都不放心呢。又聊了几句，林岁安这才拿着东西去了其他家。等该走的走完了，林岁安这才拐到林之桃的家里。哎呦，哪里有你一个人过年的？今年娘和你一起过，我买了肉还杀了鸡。自从建了这个房子，他娘好像全然忘记了以前的事儿，对着林之桃那叫一个热情。你还是回去吧，家里还有一大家子等着你呢。我也不是一个人过年，已经和岁安说好了，去岁安家里过年。哎呦，哪有去别人家过年的道理，不吉利。你就安心的休息，娘就给你做年夜饭啊，也不用你动手。哎呀，您表哥你不喜欢，我也给你打发掉了。娘想了想，你说的对，你不嫁人也好。像我一辈子嫁给你爹，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在林家当牛做马，生儿育女，过的什么日子？李氏也想通了，林之桃不想嫁就别嫁了，就算嫁给自己的亲侄子，这房子给了他，他也要呕得吐血。你现在也忙，家里没个人收拾终究不是事儿，娘正好也闲着，就过来啊，给你打扫打扫，给你做做饭，你只要安心工作就够了啊。娘这段时间前所未有的对他好，
可他知道，这幸福的底下藏着各种算计和私心。志桃，虽然喊我吃饭了，我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走的时候帮忙把门带上就成。说完，林之桃不等李氏反应，一溜烟就跑出了屋子。后面有大灰狼追你不成？我娘在，比大灰狼还可怕。你娘来陪你过年，那我是不是打扰了？那要不你们过？哎呀，你就少在这里说风凉话了，是不是不想我在你家过年？我可跟你说啊，既然你邀请我了，现在后悔可是晚了，赶紧走。林穗安和林之桃刚到家门口，就碰到了石岩牵着马站在树底下等他。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昨天我哥在山上打了几只野鸡，我给你送点过来，刚交给了伯父。我先进去了，你们慢慢聊。说着还挤眉弄眼了一番。家里年货备了不少，还劳烦你跑一趟。你家里的是你家里的，我家的是我家的一点心意。这不，伯父送我的兔子，我也没拒绝。两人又说了几句闲话。石岩从衣襟里拿出一个红封，给你的压岁钱。这不合适吧？怎么不合适？我比你年长，给你压岁钱是正常的。眼看着外面冷，林穗安也没多挽留石岩。等石岩骑马走远，林穗安这才回了家。这个小猪到时候留给小何吃，我在里面包了铜板，谁知道来年行大运。等饺子包好，双溪村很快就响起了鞭炮声。爹，你能活着回来，我们都很高兴。我又有爹了。好，爹没好好的谢过你，那段时间你辛苦了。大过年的，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一起干杯。而此刻的敖乌来到狼群的洞穴前面，几只小狼崽正在门口跳来跳去。你又来干什么？我想将母狼和狼崽托付给你们。那母狼牙都掉光了，还有那狼崽还那么小，加入我们就是累赘。小狼崽总会长大，母狼虽然牙掉过了，其实都是被人特意拔掉的，它还有很好的生育能力。敖乌特意将母狼和小狼崽的遭遇说了一遍，这些狼都气愤不已。狼王，就把他们留下来吧。狼王，就让他们留下来吧。有了敖乌加入我们狼群的战斗力必定更强。等开春又将是一场厮杀，我们急需这样的力量。狼王虽然知道壮狼说的有道理，可敖乌真的加入到他们中来，他狼王的地位还能保住吗？你放心，等他们安顿好，开春了，我会自行离开。你一只狼离开，去哪里？我们有足够多的狼，是附近最厉害的狼群。你加入我们才是正经。我不属于这里。你真的不加入我们？我不会加入你们，只希望你们能善待母狼和小狼崽。狼王最终同意了下来。敖乌长笑了一声，露出喜悦之情。开春了，猫东的双溪村人也开始行动起来。等屈原离一画出来，林穗安就拿着图纸去了县城。哎呀，穗安姑娘，你怎么来了？有事你直接吩咐一声就行。这不是眼见开春，大家就开始要耕田种水稻了。昨日我在家画了一个工具，你看看能不能做出来。说着，林穗安就拿出了图纸。这是耕犁？现在用的耕犁不够灵活，我设计了能转动的犁盘，还有将这直圆犁改成了曲圆，长圆改成了短圆，也不知做出来的效果如何。花了一夜的功夫，大齐手抬曲圆犁诞生了。哎呀，做出来了，做出来了！林穗安一进倪师傅的院子，就听到了倪师傅兴奋的声音。穗安姑娘，做出来了，做出来了！林穗安没想到倪师傅动作如此之快，打量了一番放在院子里的曲圆犁，不得不说倪师傅的手艺是没得说的。走，现在拿到田间去试一试。等林穗安和倪师傅运着曲圆犁来到田间的时候，大山正和他爹两人正耕着田呢。嘿，大山！穗安姑娘，你说的工具做好了吗？这就是我和你说的耕田工具。穗安姑娘又给我们整了什么好东西啊？刚让倪师傅做出来的，让大山试一试看看效果。大山，赶紧试一试，让大家伙见识见识。大山，要不我们来比试比试，你用你的新农具，我用我的旧农具，看看谁先把这垄田耕完。两人比试已经开始，观看的众人也很快发现了不同。只见大山这边的田地翻得更深。哦，这曲圆犁真不错，是个好东西。穗安姑娘，你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恩人呀！大家不用激动，我也是因为家里有不少田地，这才想出来这个东西。因为我懂得老百姓种地的辛苦。林穗安这样的一番话，更是说到了大家的心里。倪师傅，这曲圆犁就麻烦你了。大家放心，倪某必定日夜赶工，尽快将这曲圆犁赶制出来。林穗安朝大山嘱咐几句，然后直接离开了田间。马大人，
民女新制了一款农具，经过试用已经可以正式投用。这屈原梨比之前的直原梨更加轻便，翻地也更加深。此话当真？自然不会有假。此刻这屈原梨正在郊外的田地里耕地，马大人不信，倒是可以和我一起去瞧一瞧。我想着老百姓耕种不易，希望马大人上报朝廷，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老百姓有了余粮，那大齐的粮仓也就不愁了。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林穗安再次来到田边，此刻人群还没有散去，不仅没有散去，人还越来越多。马大人来了，马大人来了。马大人，穗安姑娘。马大人，穗安姑娘可真是了不得的一个人呐，她这屈原梨实在是妙啊。马大人，给穗安姑娘请功吧，她就是我们的大功臣。妙啊，实在是妙。穗安姑娘当得起大功臣。马大人有些激动，此刻新的县令还没有来，那他要趁早将这件事上报朝廷，这份功劳就是他的了。穗安姑娘，如果你方便，跟我一起跑一趟府城，把这屈原梨好好介绍一下。民女全听大人吩咐。第二日一大早，马大人和林穗安带着倪师傅刚做好的屈原梨去了府城。底下是青田县的县长马大人。回大人，在下正是青田县县城马文龙。另外一位呢？民女乃青田县林穗安。你就是做出打谷机的林穗安？民女正是。没想到做出打谷机的是这么一个小姑娘啊！听说你们今日又带了新的农具前来。回大人，这次带来的农具叫屈原梨，和之前的直原梨比较起来更加轻便，效率更高，并且耕田耕得更深。哦，当真？这屈原梨可有带来呀？就在院子里放着。张大人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看这屈原梨的效果，他朝身边的师爷说道：就近的农田安排一下，通知府城大大小小的官员，我们一起看看这屈原梨是否真有这样好用啊！师爷很快就走出了房间，而张大人也从案桌上走了下来，他来到林穗安身边。穗安姑娘倒是难得的一个人才，如果真如你们说的这般好用，穗安姑娘想要什么奖赏？回大人，民女别无所求，不过想为青田县的百姓求一件事。张大人以为林穗安会狮子大开口，要银要封赏，他的回答倒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所求何事？说来听听。民女斗胆向大人求一个恩典。我们临江府是大齐的粮仓，每年上缴的粮食占大齐的大头，要产粮食那必须就要有田地，所以民女向大人求的就是能不能给临江府的所有老百姓免掉这任垦费。穗安姑娘大意，这个事情容后再议，我们且看看这屈原梨到底如何。说着，外面也来了不少官员。张大人简单做了介绍，但介绍到王大人的时候，林穗安不免多看了几眼。哎呀，这耕梨看着和之前的差不多，怎么区别这么大？这边才耕了1垄田，那边已经快2垄了。你没发现这耕梨转弯的时候轻轻松松就转过去了？还有，这耕梨耕得很深啊，还不用费力气。在听到旁边这些农民议论纷纷，也知道这屈原梨是个好东西。好，呵呵，是个好东西。临江府有了打谷机，和这屈原梨简直是如虎添翼呀！林姑娘，你刚刚提的要求我允了，这是为了整个临江府的老百姓提的。你自己可有其他要求啊？你尽快提，只要我能做的，我都满足你。林穗安深知要来的东西并不香，何不索性拒绝？虽然谢过大人的好意，刚刚我已经提过要求了。身为临江府的一员，那就是对我的恩惠。好呀！即日起，整个临江府乃至附属县镇，所有开荒农田者免除入垦银。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欢呼了起来。张大人是我们临江府的好官呀！谢张大人，前有打谷机，现有屈原梨，再加上免入垦银，我还能再开垦几亩荒田，往后我们就再也不用饿肚子了。多谢张大人。张大人看到大家如此激动，眼眶也有一些微热。大家不用谢我，要谢就谢林穗安林姑娘，是她用屈原梨的功劳为大家求的这个恩典。这林姑娘虽然是第一次见，但之前的打谷机早让他们把她的名字铭记于心。多谢林姑娘，你真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星啊！哎呦，我要回去给你塑金身，真是活菩萨呀！大家不用谢我，都是张大人洞察民心，一心为民，这才有了今天这个机会。还有我们的马大人，
他一得知这个消息，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了临江府。原本站在众官员后头正激动着的马文龙，没想到林穗安在这个时候还会提到他的名字。都是张大人和林姑娘的功劳，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罢了。张大人召集了临江府所有的工匠，开始赶制屈原梨。进展如何了？见过王大人，已经做了不少屈原梨了。临江府的工匠也学得差不多了。王同之眼眸暗了暗，要说这个林穗安脑子确实不错，可惜林穗安坏了他的好事。林姑娘倒是难得一见的人才。王大人谬赞了。你们青田县山清水秀，听说有不少的动物，林姑娘之前也是在山上采药打猎的。林穗安心中一凛，看来这王同之已经调查过他了。是，既是家里穷，娘是个傻的，爹也下落不明，民女带着弟弟妹妹只能靠山吃饭。看来林姑娘不仅脑子聪明，身手也了得。民女自小在山里长大，身手了得谈不上，只不过有几把子力气。年前还听你们刘大人禀报，青田县利用野兽做局，聚众赌博，影响极其恶劣。林姑娘可知此事？哎，这个事当时倒是闹得挺大的，民女也略听了几耳。青田县的县令大人已经在来的路上，是一个勤政为民的好官员，届时必定能带领青田县更进一步。民女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能有一位勤政为民的父母官，是我们青田县的福气。好好干，大人自然不会亏待你们。说着，王同之转身离开。等人一走，倪师傅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哎呀，这王大人好大的官威！虽然我们最近也算安分守己了吧，应该没有得罪这位王同之吧？他怎么在王同之的眼里看到了一丝杀气？倪师傅，没事，我们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就够了。自那天之后，倒是再也没见过这个王同之。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林穗安和倪师傅回到了青田县。欢迎我们的大功臣林穗安。马大人是提前回来的，一回来就将知府张大人免入垦银的事布告给了全县百姓。各位父老乡亲，我林穗安是青田县的人，现在有能力为青田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实在是不足挂齿。大家的这份心我收到了，万万不可搞这么大的阵势。林姑娘这么大的功绩，我们如何能不记挂在心？不止现在，就是我的子孙后代，我也要让他们记得，有这么一位姑娘，不仅给大家做出了打谷机，还做出了屈原梨。这位姑娘心地善良，以这个功绩求得恩典，免了大家开荒的入垦银，这份恩情如何能忘记？林姑娘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对，再生父母。人群喊声一声高过一声，而官道上此刻正行驶着几辆马车。老爷，青田县的老百姓热情得很，知道老爷新官上任，正在城门口迎接呢。可是谁走漏了风声？本官最不喜这种形式主义，有这个时间，还不如给百姓办点实事。啊，那是青田县百姓听闻老爷为官清明，自觉组织的欢迎仪式。小子虽然知道老爷不喜欢，但百姓的这份心是好的。曾才良来到城门口，已经整理好衣襟，从马车里站了起来，抬头看去，就看到了前面一片混乱的场景。去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敢再多嘴，连忙跑到城门口去打听。没一会儿，就来到了曾才良跟前。是青田县老百姓在感谢一个叫林穗安的。林穗安？曾才良对青田县的人并不熟悉，这个林穗安却是知道的。昨日在府城见过王同之，就聊起了这个林穗安。县令曾大人到。原本热闹的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下官马文才拜见大人。今日可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城门口怎么这么热闹？今天确实是个特别的日子，大人刚来青田县可能不知道，近日知府张大人颁布了一条令，开垦荒田免除入垦银。哦，张大人倒是体恤民心，这样的好消息确实该庆祝庆祝。只不过庆祝也该对着张大人庆祝，为何对一个女子欢呼叩拜？因为这个恩典是林姑娘用自己的功劳求来的。不仅如此，林姑娘还给大家造出屈原梨，这屈原梨比之前的直原梨好用了不少。那林姑娘确实大仁大义。马文才还待说什么，林穗安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来到曾才良跟前，行了一个礼。民女见过大人。林姑娘免礼。既然是青田县的大功臣，林姑娘请受本官一拜。大人乃是青田县的父母官，这里无论如何民女也说不得。各位乡亲，曾大人为官清廉，有曾大人出任我们的青田县的县令，是我们青田县老百姓的福气。我们锣鼓敲起来，热烈欢迎曾大人就任。
曾才良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进入了青田县的城门，林穗安落在后面，远远看着人群散去。小姐，我们这是回村，还是在县城留住一夜呀？回村吧。等林穗安进了村，你把驴车赶回去，我走小路回家。最后，大家齐齐把钟伯围了个结实，而林穗安早就回到了家。大姐，你总算回来了，最近村里都在夸你呢，大家还给我们送来了好多吃食。大姐知道了。除此之外，村里可有发生其他事？其他事儿倒是没有，不过大家都很高兴，现在都开始准备开荒地呢。爹也说要再开垦几亩荒地。对了，大姐，家里的院子里最近来了不少小鸟。林穗安一听到鸟儿，立马走出了院子。他想起了敖乌，莫非是敖乌让小鸟来报平安的？鸟儿可还会来？每次的叫声是3声长2声短，还是3声短2声长？鸟儿每天早上和傍晚都会过来。等鸟儿来了，你告诉姐姐，还有给他们喂点吃食。林穗安进屋换了一身衣服，才刚出来，钟伯这才赶着驴车回到家。小姐，村里人差点让我回不了家呀，他们还说要到家里感谢你。好在钟伯扯了个谎，说林穗安还留在县城没回来，这些人才作罢。原本林穗安想去农田，既然钟伯谎称他还留在县城，那他也不好再去了，只能到后山去看看。穗安，这些鸡也太能吃了，不过这些母鸡倒是天天能下蛋，家里也吃不完。是不是要拿一些出去卖呀？这个事情等明日我再跑一趟，看能不能找个酒楼。忙了好一会儿，眼见天色不早，因为惦记着敖乌的事，带着小辉早早下了山。大姐，鸟儿们都来了。鸟儿们连着叫了几遍，林穗安确定没听错，是3长2短，是敖乌让他们来报平安的。多谢你们给我带口信，敖乌平安就好，辛苦你们了。傍晚，林景春从田地里回来，看到林穗安，满眼都是骄傲。穗安呐，今晚整一口。林景春这些日子已经被夸奖声包围，他真的很骄傲。没想到他林景春能有这样一个能干的女儿。好，等下我陪你喝一个。晚餐很是丰盛，林穗安端着碗里的酒和林景春碰了一个。我女儿就是棒得很。爹，田里还要忙多久？这山里的树苗也该种了，我打算再去买点树苗过来。因为有了屈原梨，进度快了不少，要不了多久了。我正想着，要不然趁这个机会，我们也再开点荒田。那爹看着安排。小何进入私塾的事也该安排起来了。小平啊，弟弟入学，你多照应一些。爹放心。等过几日，大姐去给你买几身新的衣裳。林景春因为高兴多喝了一点，已经有些晕眩。闺女，你是爹的骄傲，是我们双溪村的骄傲，是我们青石镇的骄傲。以后你姐姐就是你们的榜样。爹，你喝多了，赶紧去歇着吧。我没喝多，沈怀瑾算什么？我闺女值得最好的。许是喝了点酒的缘故，许是得到了敖乌的消息，林穗安这晚睡得特别踏实。小姐，你起来啦？我爹他们呢？林叔已经下田干活去了。这时林铁柱匆匆赶了过来。穗安，那边的山茶树苗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去挖来种了。铁柱说，那我这就带着人去挖。你家里田地忙完了吗？一时半会儿怕是忙不完，我还想着再开几亩荒田呢。那你忙你的去，等你闲下来再说。第二日，林穗安又到镇上去买了一些果树，镇上有专门的人拿着果树来卖，树苗倒是便宜得很。大伯，我都要了，你能不能便宜点给我？这不是做出了打谷鸡和屈原梨的林穗安吗？穗安姑娘，你是我们的大恩人，要几棵树苗而已，要什么钱？这些都拿走，还要的话家里还有。大伯，这些树苗该多少钱就多少钱，你不收钱，这树苗我可不敢要。那就按1文1棵，这里100来棵，给我100文就够了。林穗安大概数了数，大的就有不少，全按100文来算。大伯可是吃亏了。那大伯就吃点亏，这些200文给我。我也要不了那么多。哎呀，大伯你可别跟我客气，我这次需要的树苗多，你这样我可不敢在你这里买了。大伯见此，只能将铜板收了起来。家里还有一些梨树苗、杨梅树苗，你需要哪些，我给你送过去都成。林穗安问清楚了大伯的住址，约好明天亲自到他家里挖树苗。第二日一大早，林穗安拉着驴车，带着小海还有钟二一起去了卖树苗的大伯那儿。价钱我都和村里人说好了，一听是您要这树苗，村里人都说树苗不值钱，只要您需要，直接拿走就是。大伯，你可不能跟我这般客气，
您这一口一个您的，这是要折煞我呀。您就叫我穗安。那我就喊你穗安了。大伯带着村民一起挖树苗，帮着一起将树苗装上了车。哎，大伯，您这山茶树种的不错呀。我这一辈子就扎根在这山里了，别的本事没有，也就能伺弄这点田地了。我这刚种山茶树，以后有事能不能来请教请教您呢？当然是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随时都能来找我。林穗安忙完了这些，准备将林穗禾送到学院。山长见到林穗安，倒是先朝他行了礼。哎，山长，这可使不得。哎呦，使得如何使不得呀？穗安姑娘当得起老夫这个礼。山长，我今日来是带着弟弟来拜师的。山长摸了摸林穗禾的脑袋，问了几个问题，见林穗禾都对答如流，小小年纪倒是没有见到夫子的紧张感。令弟也是个聪明机灵的，你放心，我们一定悉心教诲。林穗安直到看不见人影，这才离开。等到县城，日头已经正中，林穗安直接去了玲珑房。哟，穗安姑娘，您来了。你们东家可回来了？穗安姑娘来得巧，东家昨日夜里才刚到，此刻正在楼上呢。林穗安熟门熟路的上了楼，而此刻舒康平和穆青兰却愁眉苦脸。你说我怎么给穗安交代呀？谁让你嘴巴不把门？我当时不是气不过吗？我知道错了，还是快想想该怎么和穗安说吧。说不定我们前脚到，人家后脚就来了。要来的早晚要来，或许这不一定是坏事。啊？什么不是坏事？什么迟早要来呀？穗安，你怎么来了？你们这次怎么这么久？路上耽搁了一下，所以回来晚了点儿。你今日不来，我们也准备去找你呢。这次回苏城，给你带了不少礼物呢。舒康平，你怎么过个年倒是和我生分了不少？哪有的事啊，我怎么可能和你生分啊？哦，对了，你们刚刚在聊什么啊？穗安，我正有个事要和你说。什么事吞吞吐吐的？要和我拆伙单干了？怎么可能？没有的事。既然不是拆伙的事儿，那其他的事都好说。都怪舒康平嘴巴不把门，你娘的娘家人可能要找来了。从穆青兰和舒康平的三言两语中，林穗安大概也猜出了这中间少不了内宅阴私。哎呀，都怪我这张嘴。该来的总归要来，你和我说说事情的经过吧，我也有个准备。这次舒康平和穆青兰回苏城过年，自然少不了去各种宴会，但因为包包的原因，玲珑房的名头倒是比之前响亮了不少。哎呀，青兰，你手上的包还真漂亮，你们什么时候把铺子开到苏城来呀？到时候我一定去捧场。回苏城前，他们已经和林穗安商量过在苏城卖包的事。这包也太好看了，你看这做工，还有这手感，这是采用的兔子皮吧？要我说呀，还是这刺绣功夫了得。你看这花像活了一样。哎呀，也是许久没有看过这般生动形象的刺绣了。原本大家的注意力只在包包的特别上，被这妇人一提醒，目光也都看向了这刺绣。哎，你还真别说，这绣娘的绣工呀，还真是不错。哎，青兰，你们从哪里找到的这绣娘呀？这绣娘的消息自然是不能告诉给你们的，到时候你们给我挖走了怎么办？大家将这包包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这是双面绣。一句双面绣，立马引起了守卫上周应秋的注意。哎呦，要说这双面绣的绣工不比锦绣坊的差。穆青兰，你这是挖到宝了呀！知道大家喜欢这款包包，和我手上的是独一份。你们喜欢，等改日我们铺子开业了，欢迎大家来选购。周应秋见穆青兰如此宝贝，好奇心更甚了些。青兰，到周姨这里来。周应秋毕竟是长辈，又是整个苏城绣坊的领头人，穆青兰也不好拒绝。周姨，周应秋看向穆青兰手里的包，只一眼就觉得这双面绣很是熟悉。青兰这包确实不错，这绣娘的绣工实属了得，我竟然还不知道大齐有这般优秀的绣娘。并不是多有名的绣娘，只是山野之中热爱刺绣的妇人罢了。我们也是机缘巧合之下遇到的。青兰倒是越发稳重了些，你们夫妇在临江买卖做得不错，令人欣慰。我看你这包确实新颖，我家婉晴和你们一般大，她整日埋头刺绣，倒是少了你的鲜活。有时间来我家玩，正好和婉晴说说话啊。没过几日，周应秋正式给舒康平和穆青兰下了帖子，舒康平被请去了前院，而穆青兰去了后院。倒是好久没见穆姐姐了。那这款包包是特意为你们这般大的少女特制的，
希望你喜欢。怪不得都说穆姐姐包包生意做大了，这包做的真好看，我都有些爱不释手了。你喜欢就好。穆青兰说完，又将另外一款包递到了周应秋的跟前，希望周姨喜欢。哎呦，让你破费了。哎，上次你那款包的刺绣和今日这2款，看着倒不像是一个人的。确实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而前院，舒康平被周应秋的夫婿周正业招呼入座。康平最近在临江县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呀，听说那包已经在苏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啊，打算什么时候回苏城铺货呀？今年确实有这个打算，不过这个包包我是和旁人合伙的，未来的发展还要和合伙人一起商讨。哦，这我倒是头一次听说呀。合伙做生意总归有许多桎梏，凭康平的手段以及舒穆两家的实力，何须找人合伙呀？因为这款包包的款式和设计都是靠的他，离了他，我们舒穆两家再有实力也是枉然。我倒是对你的合伙人有了兴趣呀。改日有机会，我介绍你们认识。这时，一个小厮匆匆跑了进来。老爷，老太爷从院子里跑了出来，又开始闹了起来。废物，一个人都看不住啊！康平，你先坐一坐，我先去看看啊。舒康平好奇心被勾了起来，但毕竟在人家家里做客，只点点头。周叔请自便。对于周家的老太爷，舒康平以前倒是听说过，只是已经好久没见老人家在苏城走动了。就在舒康平胡思乱想之际，一个老人一蹦一跳的跑了进来。你是谁？你是去带我找芸娘吗？舒康平一惊，第一次从周家人嘴里听到芸娘这个名字。你要去找芸娘吗？你知道芸娘去哪里了吗？我带你去找。芸娘坐马车走了，走得很快。芸娘为什么要走？往哪里走的？老人似乎被刺激到了般，抱着脑袋喊了起来：我错了，是我的错，我对不起芸娘，我对不起周家。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是周正业还有周应秋等人，穆青兰也跟在后面。爹，你醒醒，是应秋，去找大夫。滚开，滚开！很快，小厮就冲了上来，把老太爷抱紧，半抬半抱的把人送走了。让你们看笑话了，我爹这里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他这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原因。周姨太见外了，只不过见老太爷似乎很痛苦，可找名医看过？自然是找过的，只不过大家都束手无策。今日之事实在抱歉，只能改日再宴请二位。那我们就不叨扰了。改日我再请你在外面喝茶。这是周家第一次宴请，还有一次周正业特意请了舒康平在茶楼喝茶。明日开春就是太后娘娘的生辰呐。太后生辰正是锦绣坊表现的大好时机，周叔怎地看着不但不开心，还有些忧愁。贤侄，你是有所不知啊，树大招风，锦绣坊这几年真是犹如如履薄冰啊。贤侄啊，不知有没有意向合作一番呐？这合作是如何合作？我看你这包倒是新颖，我们一起合作，做一款独一无二的包包，送到皇宫，得到太后娘娘的欣赏，彼时舒家就平步青云了。周正业抛出这么大一个橄榄枝，想必舒康平拒绝不了，可惜舒康平拒绝了。周叔，原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不能不识好歹拒绝。不过上次也和周叔说了，这个包包不是我一个人的。贤侄放心，递上去的礼物必定是署名锦绣坊和玲珑坊的。周叔，我倒是不担心这个，实在是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既如此，我就等你回临江之后商量商量，有必要我再跑一趟也无妨。那好，我这次回临江和合伙人商量商量。而周婉晴倒是找过几次穆青兰，明里暗里对穆青兰那款包包的刺绣感兴趣。穆姐姐，这包包的绣工还真是好，要说这双面绣属我们周家最好，这倒是我第一次见到能和周家绣娘媲美的绣娘。你也知道我们周家对绣娘那是求贤若渴，倒真是希望能见一见这位绣娘。这位绣娘一直生活在乡下，最是怕见生人，也不希望被打扰。听完穆青兰讲完这些，林虽安有些好奇地问道：那你刚刚说舒康平嘴巴没把门，又是怎么回事？还不是他，
临走的时候，周正业只是客气地说改日到临江府找他，他不仅没拒绝，还大方地说到时候一定好好招待。我这也是客套话，谁知道周叔会立马就应承下来，连来的日期都安排好了。我看他呀，就是在给我挖坑。林随安一听就知道，即使舒康平不邀请，周正业恐怕也会跑临江一趟。他们说什么时候来临江？说是下个月。那时间确实不远了。不过林随安对那个老太爷倒是挺感兴趣的。你说老太爷疯了？当年必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看老太爷那症状，不是1天2天了，似乎很自责。这周应秋是我娘的妹妹，家里可有其他人，比如我娘的娘？还有，为何这周正业也姓周？锦绣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因为这双面绣传女不传男，为了周家的繁荣，周家女都是不外嫁的，全部都是入赘。这入赘的女婿自然该改姓周。那我娘的亲爹也是入赘的？老太爷和你外祖母从小青梅竹马，但周家的规定在那里，老太爷舍弃自己的家族，入赘到了周家。当时在苏城还是一段佳话，只不过再好的感情也抵不过长年累月的诋毁以及谣言。当时我还小，你外祖父和外祖母之间，后面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当时闹得满城风雨。后面你外祖母生病了，直到你外祖母过世，整个周家都低调了起来，谢绝了一切宴会。你母亲和老太爷也在人前消失，最后就是周应秋当了家。所以说外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是吗？穆青兰摇了摇头，她这次出去有意想打听打听，可惜什么也没打听出来。哎，罢了，该来的总要来，真相也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既然你们回来了，去苏城开铺子的事可以准备起来了。还没弄清楚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你不怕到时候遭暗算？只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主动出击才是我的性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林随安在县城只待了1天，第2天一大早就回到了双溪村。接下来我们要多备一些货。林随安把准备在苏城开铺子的事儿说了一遍。去把村里人召集一下，能来干活的都先来，不能的也不要强求。这个你放心，只要开工，大家必定都会来的。这些日子早就有不少人向我打听什么时候开工呢。既然如此，那是再好不过。正好芸娘也到了该扎针的时候了。芸娘扎针的次数比之前间隔时间更长了一些。随安过来了，芸娘不躲着我了。我不怕你。不怕就好，等下给你糖吃。我不吃糖，小宁和小平才喜欢吃糖。林随安最近也是发现，芸娘已经不爱和小何他们抢吃食了，行为习惯越来越大，做事也越来越有条理。你也看到了，芸娘的情形越来越好了。如果以前的人和事刺激到他，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林景春也一脸紧张地看向吴大夫。林随安已经把苏城的事和林景春说了。这种事情还真不好说呀，有可能是好的刺激，也有可能是坏的结果呀。也不用太过担心，毕竟这半年的治疗也不是白费的。照现在的情况来看，你娘恢复的不错，脑袋里的淤血呀，基本上都消失了，或许就是失去了一个契机呀。芸娘现在仿佛一个刚及笄的少女，对林景春的依赖倒是越来越多。那为何我娘对以前的事一点也没有记忆？人的脑子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或许是以前的某一段记忆太过痛苦，你娘自动将这段记忆封存起来了。从吴大夫这里走了出来，按照惯例去了集市，买了芸娘喜欢吃的糕点，三人这才回了县城的宅子。这日，林随安才刚进入玲珑铺，就被小二给拦住了。虽安姑娘，农家说之前商议好的事，过几日再说。此刻楼上有客人，不方便。苏城来的倒是挺快的。那行，等你们东家忙好了，知会我一声，我去旁边逛逛。林随安以为没一会儿就会有人来叫他，可惜这苏城来的人倒是待的时间很久。虽安姑娘，东家让你先回，他晚点亲自上门找你。也行。舒康平和穆青兰是傍晚时分来的林家，林随安正和小草一起商量着晚上吃什么。还没吃吧？晚上在这里一起吃。上次吃的锅包肉，给我来一份。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吃？虽然是周正业亲自来了。他来说什么了？他来还是上次说的合作的事，我今日一口回绝了，没想到他根本不死心，说要见你一面。
那就安排见一面吧。那好，我这就安排。林穗安和周正业的会面安排在隔天下午，约到了县城有名的茶楼。周叔，我们来晚了。周正业朝门口看去，一眼就看到了跟在身边的林穗安，一阵恍惚，差点惊叫出声。周叔，可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贤侄，还不赶紧介绍一下？周叔，这是我的合伙人林穗安。穗安，这就是锦绣坊的东家周正业，周叔。虽然见过周老爷，可是我身上有何不妥？我看周老爷看见我的目光有些怪怪的，仿佛见了鬼一般。一个鬼字让周正业和身后的嬷嬷都收敛了表情。林姑娘说话倒是幽默啊，哪里有这么漂亮的鬼呀？不瞒你说，你的确和我一位故人长得很像啊。哦，那真是太巧了。几人入座，周正业也发现了，林穗安根本不是舒康平和穆青兰说的什么乡野妇人。没想到林姑娘如此年轻就那么能看，果然是年轻有为呀。周老爷见笑了。林姑娘小小年纪，绣工就如此了得，可是师出名门呐。我一个乡下丫头，哪里有什么名门？周老爷这次来是谈合作的事。上次看过你们的报，我们锦绣坊觉得很新颖。明年就是太后的寿辰，我们锦绣坊必须精心准备一份寿礼进宫。大家都知道，太后娘娘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呀？要的不过是个稀奇，就想着我们能不能合作一番。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也多谢周老爷看得起。不过我们这包只是小打小闹而已，如何能入得了太后娘娘的眼？我们有几斤几两也知道，所以周老爷这份好意我们还是心领了。林姑娘也不必如此直接的拒绝，可以多考虑考虑一段时间嘛。这几日我都会待在青田县的，改变主意随时联系我啊。林穗安和舒康平等人一离开，周正业就转身看向身后的嬷嬷。你觉得很像是不是啊？老爷还请淡定一些，像又如何，并不一定就是大小姐所生。大小姐都失踪多少年了，还在不在世上都未必。可算这年纪也差不多呀，我这心里总有一股不安呢。如果大小姐还活着，不可能这么多年没有消息。当初我们可是派了不少人打听，都说掉下山崖死了。也是，或许是我想多了。林穗安和舒康平走出茶楼，舒康平打量着林穗安的神色。穗安，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他们心里必定有鬼，还是尽早将他们打发走吧。我怕我娘接受不住刺激。怕是不好打发，我尽量试一试。林穗安离开舒康平之后，就带着小草和小海回了双溪村。爹，这些日子尽量让娘别到处乱跑。那就让小草陪着你娘。林穗安把小草带回双溪村，也是这个想法。小草，我娘就交给你了，不要让她接触到陌生人，别离开村子。小姐放心，我一定好好跟着夫人。林穗安还是不放心，又跑到李正家里去了一趟。穗安呀，你可好久没来家里了，找你李正爷爷有事儿啊？我李正爷爷可在？带着人去量荒地了，托了你的福，不少人开了荒地，把你李正爷爷呀忙得团团转。你找他可有急事儿啊？有急事儿，我让人跑一趟，把人喊回来。我自己找过去，就是1-2句话的事，就不要折腾李正爷爷了。这些天把他累得够呛，他累也高兴着呢，你别心疼他。林穗安告别了赵奶奶，沿着田埂去找了李正。穗安来了，穗安，我们的大福星来了。大家都和林穗安打着招呼，林穗安一一回应。李正爷爷，我找你说几句话。李正见林穗安一脸正式，将手里的纸笔给了旁人，跟着林穗安到了角落。穗安，有事你就让人通知我一下，还让你跑这么远。您身为长辈，我来找你是应该的。有个事我想和你说一下，最近有人在打我绣房的主意。李正爷爷，最近能不能和村里人说一下，让大家警觉一些，如果有陌生人进村，第一时间报备上来。李正一听，这还得了，双溪村从来没有如今这般和谐，如果绣房真出了问题，那可是动了双溪村的大动脉。岂有此理，当我们双溪村好欺负？这个事儿你交给我，我立马通知大家，别说陌生人，就是一个苍蝇也都别想飞进来。如果有人来打听我娘的事，希望李正爷爷交代大家，不要把我娘透露出去，他们看上我娘的刺绣手艺了。
好，你放心。而周正业这边在县城逛了2天，天天到玲珑坊报道，却一次都没见到林穗安。这林姑娘怎么不在绣房呢？虽然她忙得很，这个绣房她基本不管，平时也不怎么来。不知林姑娘考虑的怎么样了啊？要不我们去找找她，问问情况。周叔，您看，我们也挺忙的，实在是没时间招待您。要不你们先回苏城，这个事情等我们到苏城铺货时再商讨。我好不容易来青田县一趟，你这么着急赶我回去干什么？你不喜欢我来你铺子，往后我少来就是了。说着，周正业袖子一甩，直接离开，去打听打听林穗安的情况。林穗安在青田县还是有些名头的。半天时间，小厮就来回复：老爷，这林穗安可是青田县的名人。然后小厮将林穗安做出了打谷机和屈原离的事一一说了出来。这2样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林穗安不是做包的吗？怎么还会做这些呀？青田县的人把林穗安当成他们的大恩人，听说因为林穗安做的这2样农具，直接让老百姓的效率快上了不少，并且林穗安还求得临江县的知府大人开恩典，免除大家的入垦银。看来这个林穗安不简单呀，可有打听到他娘的消息吗？说起这个，倒是没有什么人知道。再去打听，如果县城里打听不到，就到他们村里去打听，总能打听出一些消息。双溪村，村口的榕树下没有了往日那般热闹，只剩下几个孩童和上了年纪的婆子坐在那闲聊。大娘，坐着闲聊呢。这可是林穗安林姑娘的村子。你是谁呀？来这里做什么的呀？我是别的村里来的，这不是因为得了林姑娘的恩惠，特意来村里感谢她一番。你也是种田的农民？这些给孩子们吃。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得了林姑娘的恩惠，今年家里开了好几亩荒地。哎呦，这糖我们可不吃，你赶紧拿回去吧。那林姑娘在家吗？她家里住在哪个方向？我去向她道个谢。另外一个婆子已经向自己的孙子使眼色了，小孩子也得了家里大人的交代，一溜烟就跑了。李正爷爷，李正爷爷，村口来了个陌生人打听穗安姐姐的。岂有此理，还真来了，赶紧通知大家抄家伙。不一会儿，大家拿着干活的工具都朝村口赶去。你是哪个村的呀？姓什么呀？怎么跑这儿来？现在呀，不要入垦银，还不如多开几亩荒地呢。嗨，我这不是抽个空来跑一趟吗？我爹特意嘱咐我来谢过林姑娘的。你这细皮嫩肉的，可不像干农活的呀。你爹娘没少偏心你吧？你家里兄弟是不是好几个呀？你爹娘都不让你干重活？是，确实爹娘比较偏心我。我就说嘛，干活的手可不是这样。大娘，您还没告诉我林姑娘家住哪里呢？她爹娘可在家呀？老婆子根本不说任何林穗安的事。大娘看你长得周正，可娶媳妇儿了？要不大娘给你介绍一个？大娘，我家里哥哥们都还没娶，我不急。要早点谋划，过了年纪可不好找。然后一群大娘开始你一嘴我一嘴的说着隔壁村的谁谁谁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儿。小伙子，别走呀，大娘话还没说完呢。要不大娘给你介绍一个姑娘？大娘不用了，我还有事儿，我改日再来。就在这拉扯间，李正带着人就往这里赶。大娘们看到村里的男人们终于来了，顿时也不废话了。你还拿话夸我们？一看你就不是干农活的。你说你来我们村里干什么？让你不老实，当我们双溪村的人是死的呀？你们好不讲道理，我就是来道谢的。你们村里的人也太霸道了，还敢嘴硬，我这就送你去见官。都是误会，都是误会。我们老爷找林穗安林姑娘，林姑娘肯定认识我们老爷的，上次还和我们老爷一起喝茶呢。拉去见庭长。小厮鼻青脸肿的去见了庭长，最后还是周正业去庭社把人赎了回来。怎么好端端的还见了官呢？让你做点事情都做不好。老爷，双溪村的人就是暴民。说着委屈的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我不仅什么都没有打听到，还被他们给揍了一顿，还把我送到了官府。真是岂有此理！走吧，回去找个大夫看一看。而林穗安听到事情的经过，特意拿了一些吃食给几位大娘。哎呀，这点小事哪里能当你的谢呀？你这般可是和大娘我见外了呀。
以后这种事情你就交给我们，保证让他们打听不了一点你的消息。我相信大娘，往后双溪村有大娘们守着，别说人了，苍蝇蚊子也别想进村。周正业没有在双溪村打听到芸娘的消息，眼看着在这边待的时间也长了，最后不得不先回了苏城。就在林穗安担心找敖乌的时候，敖乌眼看着离青田县越来越近了，可中途却遇到了麻烦。老虎走了，你可以出来了。你不认识我了吗？我记得你，是你带我们离开的马戏团。听到这话，敖乌这才仔细打量这只猴子，发现这猴子似乎确实眼熟。你放心，我是来帮你的。你现在还能走吗？我走不了了，你能帮我找一些草药来吗？敖乌将这2种草药仔细描述。敖乌不知等了多久，猴子这才手里拿着草药出现。是不是这个？或许是药效起了作用，敖乌感觉疼痛减少了不少。你先吃点东西，等天亮了我给你探路，你再离开。在猴子的护送下，敖乌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山。林穗安正在后山看刚种下的那些树苗，隐约听到一声狼叫声。小辉，是不是敖乌？你也听到了是吗？是敖乌回来了是吗？走，我们去见敖乌。这时又传来了几声狼叫声，林穗安可以肯定这就是敖乌的声音。小辉，大点声，让敖乌知道我们来接他了。敖乌！敖乌先看到的小辉，见小辉长大了不少，林穗安紧跟而上，一眼就看到了更加强壮勇猛的敖乌。林穗安，我想死你了！这一路可顺利？差点死在了路上。不过谁让我是天选狼王，那什么老虎豹子都不在我的话下。就是你臭屁！哎，你受伤了？都快好了，这可是我的勋章。你还臭屁？你都成破碎狼了。只要见到你，我就什么都好了。我背你回去吧。嗷呜！还是不用了，我现在很重的，你背不动我了。再说这背篓我也躺不下了。林穗安看了一眼现在体型高大的敖乌，再看向背篓，似乎这背篓确实小了一些。赶紧回家吧，我要吃好多好多肉，还要吃蜂蜜。好，回去就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敖乌回来，林穗安一边让钟婶给他做吃的，一边安排人去请陈郎中。敖乌，你回来啦，我们好想你啊。回来了就好。小何去读书了，他刚巡修完，等过几日我带你去看他。这时陈郎中也赶了过来，林穗安赶紧喊人：陈爷爷，你帮敖乌看一下。陈郎中早就知道敖乌不是一只普通的狗，而是一只狼。敖乌这次伤到了肺腑和脊背，之前可是服了什么药？林穗安将药草名报给了陈郎中。这药倒是用的对路，这次伤得比较重，需要好好养一段时间。这伤筋动骨100天呐。虽然狗和人不一样，但是也需要好好的静养一段时间。多谢陈爷爷，有劳你了。说着，林穗安从衣襟里拿出碎银子付了诊金。陈爷爷，敖乌的身份还请您帮忙保密。这个自然没问题，你还不相信你陈爷爷？林穗安让钟二送陈郎中出了门，他走向还在吃东西的敖乌。你这次真的是差点没命了，早知道就不让你去冒这趟险了。林穗安，我命大不死，往后就没什么怕的了。对，以后我们敖乌就长命百岁，平平安安的。因为敖乌受伤，林穗安延迟了去苏城的计划，但眼看着开业的日子快到了。你带上我吧，我已经全好了。伤筋动骨100天，你还需要好好休息。苏城人生地不熟的，你肯定需要我在身边。如果你不放心，你让陈郎中再多把把脉，我肯定没问题的。再说这一路我都在马车上，路上也能养伤，我们狼可没有你们人那么矫情。林景春其实也希望敖乌能跟在身边，毕竟这趟过去还要应付周家的人。要不还是把敖乌带上吧，带上我也放心一些。最终同意将敖乌带去苏城，这次一起去的还有小草姐弟，钟二夫妻俩也一并跟着。除此之外，林之桃也准备一起去苏城。你好好把绣房看牢，等我回来给你带苏城的特产。到了苏城我也会给你写信的。那你要经常给我写信，绣房的事儿你就放心吧。有事你给我写信，或者去县城玲珑坊找他们。从临江到苏城需要将近10天的时间，这路途遥远，林穗安准备了6辆马车。总算是到了，再不到我人都要散架了。林姑娘，东家已经派人来接了，先准备好露营。城门口，舒康平和穆青兰亲自等在了那里。穗安，
在这里。这一路累了吧？住处我们都准备好了，去稍作休整。晚上给你准备了接风宴。接风宴就算了，我们整个人都要散架了，还是先休息休息吧。好，你们先休息休息，等休息好了，我们再给你接风不迟。马车穿过热闹的街道，缓缓往巷子口驶去。这里是我们苏城最热闹的街市，我们的铺子就在这条街的尽头，锦绣坊的铺子也在这里，占据着最好的地理位置。等会儿我们的马车会经过这里。果然没一会儿，林穗安就看到了一座特别宏伟的铺子。锦绣坊这可是御赐的牌匾，在苏城可是独一家呢。好不容易到了宅子，丫鬟、仆从、穆青兰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们呐，就当自己家一样，这里就住着你们，有事让丫鬟到隔壁巷子找我们。莫姐姐，有劳了，今日实在是太累了，我就不和你客气了。和我还客气什么？赶紧去吧，好好休息，我晚点再来看你。林穗安一觉睡到天擦黑，补了一觉，整个人也觉得舒服多了。嗷呜嗷呜！林穗安，你真能睡。嗷呜搞不懂，这一路上不就是吃吃睡睡吗？林穗安怎么还这么能睡？你不懂，在马车上根本睡不安稳。小姐，舒公子和舒夫人来过，已经走了。他们都已经来过了吗？哎，我这实在是睡得太熟了。可不是嘛，这一路也实在是太折腾了。小姐是不是肚子饿了？饭菜已经准备好了。穆青兰也知道会这般。天黑了，她和舒康平提着灯笼又来了。我知道你晚上肯定睡不着，正好我来和你说说苏城的情况。都怪我贪睡，让你们跑了一趟又一趟。说的哪里话？这么远的路途，休息一下怎么能叫贪睡？舒康平和穆青兰回苏城早，主要的事就是装饰铺子，还有开业前的准备。铺子已经按你的要求装饰好了，明日可以先去看一看，看还有哪里需要改进的地方。你们办事我放心。开业前给玲珑坊包造势的事情也进展顺利。这边在聊着开业的事，而周家此刻也还没有入睡。我这心里总有一股不安，那林穗安不会真的是姐姐的女儿吧？反正我和周婶看着都挺像的。你说我是找个机会先见一见，还是等开业的时候再说？平时的周应秋可不是这样的，他是周家的掌舵人，没有一点能力，根本撑不起这个家。不如我找个机会去见一见。这个随你高兴，正好林穗安来了苏城，希望他不在的这段时间能打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林穗安第二天一大早就和穆青兰等人去看了铺子。铺子也看过了，走，我带你去我们这儿最大的茶楼逛一逛，里面有一个说书先生，现在说书精彩得很，在茶楼能看到锦绣坊。那这茶钱我来付。你来了苏城，喝个茶还需要你付钱，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后面跟着男人，哪里需要我们付钱啊？我们呢，只管喝茶听书。对，有我在呢。好，就听你们的。一行人来到茶楼，找了一个视角好的包厢，听着下面说书先生说着书。话说明年马上就是太后的寿辰，可这太后却高兴不起来，自己最小的儿子闵王自从上次从马上摔下来之后，至今未醒，恐怕是凶多吉少，现在已经开始在大齐举国上下寻找名医，如果再不醒来，怕是这个寿辰都过不好。林穗安听得津津有味，他倒是第一次听说书仙在讲评书。穗安，那是周应秋唯一的女儿周婉晴。林穗安抬眸看去，就见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拎着裙摆从铺子里出来。这是周家下一代的接班人。说来也奇怪，周家从上好几代开始数，每代都只生了一个女儿，倒是你祖母破了例，生了你娘和周应秋。大家都说周家的女人是因为上天给了他们刺绣的天赋，所以收走了其他的天赋。那我娘倒是一个例外。周冬云可是生了2儿2女，不仅破了周家只生一个只生女儿的说法。或许是你娘离开了周家。这时周婉晴似乎感应般抬头看向了这边的茶楼，虽然没见过林穗安，但周婉晴就是知道这茶楼上此刻正看着她的就是林穗安。小姐，赶紧回去吧，夫人找你呢。目送周婉晴离开，林穗安的注意力又放到了听书上面。这说书先生一直都在苏城说书，自我有记忆起，这说书先生就一直在这酒楼说书。整个苏城要说谁说的书好，这位先生排第2，没人敢排第1。确实不错。林穗安低声吩咐小草，随后小草领命而去。你喜欢听，下次再来。这时
小草已经走到了说书先生跟前，看着面前出现的足足1两银子，眼睛亮了亮。林穗安离开茶楼，回到了在苏城的宅子，看向小草：“可把我的花带到了？”“已经把花带到了。”“等着吧，让门房留意一些。”“是，小姐放心。”交代完这一切，林穗安去看了敖乌。敖乌正懒洋洋地趴在院子里。“怎么啦？不高兴了？”“啊呜，林穗安，好无聊。”“你伤还没好全，等好了，我带你去这边的山上跑一跑。”“算了，有你在也不是那么无聊了。改天我带你一起出门。”“还是算了，出门也不方便，这只是暂时的。等回了双溪村，我就可以自由自在的跑了。”“对，我买了后山，如果不够，等我下次回去把旁边的山里也买了，到时候随便你跑。”“现在的林穗安好豪气啊！”“嘿嘿嘿，那可不，我现在也算个小富婆了。”“嘿嘿，小富婆，苏城有什么好吃的？”“苏城吃的可多了，我还以为你这个小吃货把这件事忘记了。”“小姐，说书先生来了，安排到会客厅，我这就过来。”等林穗安到会客厅的时候，说书先生已经等着了。“让先生久等了。”这样近距离的见到林穗安，说书先生只感觉更像。“见过小姐。”“先生见过我。”“只觉得小姐和一位故人有些相像，不过那位故人已经许久没有露面了。”“先生说的那位故人可是锦绣坊的大小姐周冬云。”“莫非小姐是周大小姐的后人？”“这几天来到苏城，确实好多人说我和周大小姐很是相像，这让我越发对这位周大小姐感兴趣了。今日请先生过府，一是喜欢先生的说书，二也是想听先生说说周家的事。想必以先生在苏城这么长时间的说书经验，对于苏城第一大家周家必定是熟悉的。”“这恐怕不妥。”“先生不用觉得为难，只需说一些大家都知道的。至于赏金，先生也请放心。”说书安排在院子中，林穗安只当是一场稀疏平常的说书。话说苏城首屈一指的绣坊当属锦绣坊，锦绣坊内是专供皇宫的御坊。锦绣坊的双面绣在大齐称第一，无人称第二。只可惜锦绣坊周家这刺绣传女不传男，从锦绣坊成立以来，这周家女从不外嫁，只招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周家只生一胎。如果第一胎不是女儿，说来也巧，这男胎大多都是夭折或者流胎，直到生下女儿为止。周家的劫难到此结束。大家都说是周家受了诅咒，直到周家上一轮当家人一胎双胞，且都是女儿，大家都说周家打破了诅咒。周老夫人也很是高兴。林穗安听到这里倒是有了些许兴趣，没想到娘和周家的周应秋是双胎。当时的周正阳和周大小姐经常出现在大众跟前，大家纷纷称赞两人天造之合。可惜了，就在周正阳和周大小姐准备订婚的关键时刻，爆出周正阳触犯周家家规，当时闹得很大。周大小姐出面将周正阳保了下来，就因为这个事情，订婚的事搁浅了下来。林穗安静静地听着，原来娘之前也是有情投意合之人，就是不知道爹知道了之后会是什么反应。这个周正阳现在在何处？这个事情没过多久，周正阳慢慢的低调了下来，平时只跟在大小姐身后做事。半年之后，忽然传得满城风雨，周大小姐和周正阳私奔了。林穗安愕然，堂堂周大小姐应该不至于为了一个男人私奔，这只怕是周家对外的说辞了吧？传出这般谣言，那周大小姐的名声不是毁掉了吗？当时的周家风雨飘摇，周老夫人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一病不起，而周家派出去寻找大小姐的人，最后传回来消息，周大小姐和周正阳双双掉落悬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后面周家就落入了周正业和周应秋的手里。至于真相如何，鄙人也无从得知。今天的说书就到此结束了。林穗安该了解的也了解的差不多了。说书先生口才不错，将周家的事讲得绘声绘色。小草，给赏金。小姐给的银子已经足够支付。当年鄙人欠周大小姐一个人情，如果事情真的能真相大白，
也算鄙人还了这份人情。开业的日子转眼就到了，这次林穗安召开了一场走秀。青兰，这走秀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你这是把我的好奇心充分调动了起来呀。今天呀，就算不买包，也能见一见新鲜事物，也算满足了。陈夫人，要说这走秀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主意都是我这位朋友出的。不过我保证，你看了这走秀绝对满意。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兼合伙人林穗安。穗安，这位是苏城有头有脸的雅婷绸缎的陈夫人。哎呀，好一个玲珑标致的人儿！这林姑娘倒是眼熟得很呀，很适合我的眼缘。想必今天这场秀会非常精彩，那我就期待这走秀给我带来惊喜了。接待了一波又一波的人儿，周应秋和周正业也携手前来，身后跟着周婉晴。周叔、周姨，欢迎欢迎！周应秋一眼就看到了穆青兰旁边的林穗安，顿时脚步似乎有1000斤重，如何也迈不动。周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怎么看着脸色不好？哦，刚刚车马颠簸了一下，你周姨脸色有些不好。婉晴啊，照顾好你娘。爹，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娘的。我不碍事。青兰，你还没给我们介绍呢。这位是林穗安，我的朋友和合伙人，周叔也见过的。见过周老爷、周夫人，还有周小姐。今日这场秀是我精心准备，还希望大家喜欢。看着时辰差不多了，林穗安和穆青兰也一并进了大厅，所有工作准备就绪。林穗安缓缓走到了舞台中央。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这次走秀活动的总策划人林穗安，欢迎大家参加玲珑秀坊苏城包包的发布会。今日我将带着大家一起了解每款包包背后的故事。好，今日走秀正式开始，请欣赏第一款包包。周应秋和周婉晴坐在最好的位置，将那包包看得一清二楚。第一款就是适合年轻姑娘的包包。娘，这款包好看，我喜欢。喜欢就买下来。走秀接近尾声，林穗安到后台换了一件衣裳，拿着尤云娘亲自绣的那款包包出现在 T 台的一角。娘，你弄疼我了。对不起啊，娘，你是不是不舒服啊？刚刚在门口我就觉得这林姑娘好生面熟，这样一打扮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唉，只是好可惜呀，那样一位人就这般死了。像，真是太像了。还有，你看这刺绣也是周家的双面绣吧？你说这林姑娘不会真的和周家有关系吧？难道这周大小姐没死？怎么可能？当时周家派了那么多人去找，要没死早就找到了。就怕有些人呐没真心想找。顶着这么多目光，周应秋如坐针毡，脸色白得失去了血色。婉晴，我们先回去。这是落荒而逃了吧？当年的事不会是这个周正业干的吧？这话可不好说，现在人家可是周家的当家人，当心人家报复你。我怕啥？生阵不怕影子歪，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周家一行人走出了玲珑绣坊。周婉晴看着脸色难看的父母，她小心翼翼地问：爹，娘，那些人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都是一些风言风语，不用理会。你娘不舒服，先回去再说。今日的走秀到此结束，今日所有的包包都是限量销售，有喜欢的可以预定哦。因为走秀的成功，林穗安特意选了一个最大的酒楼，宴请大家的辛苦付出。大家这段时间辛苦了，仅以这杯薄酒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请大家继续干，只要大家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我不仅会给大家涨工钱，这年终的红封也少不了大家的。我们一定好好干，不辜负东家给我们的期许。穗安姑娘，你真的是周家大小姐的女儿吗？你是来复仇的吗？赶紧吃你们的，有吃的还堵不住你们的嘴。而周家，周应秋回到家里就病了，府里的大夫刚看了药方离开。娘，你好点了没？好多了。婉晴先下去吧，我和你爹说说话。这里有爹，你也累了一天了，先下去休息吧。啊，爹，那林穗安真的是大姨的女儿吗？既然是大姨的女儿，我们把人接回来不就可以了吗？娘怎的看着不高兴啊？周正业看着一脸单纯的女儿，叹了一口气。周婉晴似乎天生缺了根筋，过于单纯质朴了些。唉，这中间有不少事，
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再说林穗安是不是你大姨的女儿，我也还没有调查清楚，将她接过来为时过早。外面肯定有些风言风语，你这些日子待在家里，少出门啊。爹爹，女儿知道了。送走了周婉晴，周应秋正头疼的揉着脑袋。好些了吗？大姐还活着。现在说这些还为时过早啊，就算活着又如何？她离家已经这么多年，周家早就在你我的掌控之中了。这林穗安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也是有备而来。我这心里总不踏实。你说大姐真的还活着吗？会不会是周家的对手故意安排这出来整我们的？周应秋倒是希望是周家的对头故意安排这出来针对他们的，也好过周冬云真的活着。这些你都别操心，我会看着办的啊！你先把身体养好，再不济我把巧姨请回来也不迟啊。好，我们也许久没见到巧姨了。这几日林穗安倒是参加了几次宴会，这日的宴会是陈夫人举办的。林穗安和穆青兰来到陈府。穗安，请允许我这样叫你，看着你就像看着我的晚辈般。能得到陈夫人的喜爱是穗安的福气。好孩子，等会儿我带你好好认识一些苏城的朋友。林穗安一进入宴会厅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这就是林穗安，果然长得漂亮，确实有当初周大小姐的几分模样。如果周大小姐没有离世，怕是女儿也该这般大了，可惜了呀。周大小姐的离世是我们苏城的损失，也是我们绣房界的损失啊。你们说这林穗安到底是不是周大小姐的女儿啊？议论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林穗安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今日很高兴邀请大家来我府赏花，大家都是老朋友，无需客气，只当是自己家便可。在苏城大家都知道我最爱花了，但是有一个人却比我更爱花，而这人就是周家大小姐周冬云。林穗安静静地听着，原来娘爱花是有由头的，怪不得和小草在花圃里能那么开心。你看这山茶花开得可好，这棵树还是当年周大小姐和我一起种下的，当初还是一棵小幼苗，如今已经长得如此高大粗壮了，花也开了一茬又一茬，可那种花的人却再也没见到了。陈夫人和周大小姐想必关系不错，我俩打打闹闹，从小到大什么都比，当初在一块儿的时候倒是没觉得关系不错，可在知道她失踪了以后，我最挂念的却是她，想来还是关系不错的。陈家是除了周家苏城最大的绣房，要说陈夫人和周冬云确实什么都被拿来比较。等下席散了之后，你等等我有话要和你说。在陈家喝了茶吃了饭，这宴席也终于到了尾声，宾客相继离开，林穗安记着陈夫人的吩咐留在了最后。穗安，外面关于你和周冬云的身份众说纷纭，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能给我一句真话吗？陈夫人想听什么话？周冬云可还活着？周冬云在16年前就死了，这不是苏城都知道的事吗？对，瞧我问的什么傻话呀！穗安，我和你投缘的很，往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能帮忙的我一定帮，不管其他的事儿，就冲着你看着有故人的几分相像，只要你找上我，我都会尽力帮你的。陈夫人不妨多说说你和周大小姐的事，我正好也想多听一听。只要你想听，我自然愿意多说一说。林穗安和穆青兰离开陈府，陈夫人亲自送到大门口，相约她下次再来玩。穗安，接下来你如何打算？等我娘能记起这些往事再说吧。我想着苏城这边进展顺利，我也该回双溪村了。好，你来苏城还没有好好逛一逛呢，接下来我带你好好逛一逛这苏城的风光。穆青兰介绍了几处好玩的地方，林穗安也有了向往。那明日我们就去那寒山寺庙看一看，那里的菩萨可灵验了。第二日一大早，穆青兰就赶着马车来接林穗安了。这边林穗安才刚要出门，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林姑娘，我能和你谈谈吗？实在是抱歉，今日和好友约好了去寒山寺，不如周夫人改日再约。青兰，不介意我和你们一起吧？周夫人还是改日吧，今日实在是不凑巧。林穗安，我娘屈尊来找你，你只不过是出去游玩，就不能把游玩往后推一推？
我娘可是一病好就立马来找你了。周婉晴是真的有些不高兴了，她娘这些日子一直都卧床，今日好不容易好了一些，就来找林穗安了。林穗安，你别不知好歹，我娘是多少人想见都见不到的。那真是难为周夫人屈尊了。可惜我林穗安也不是谁想见就见的。再说突然出现在别人家门口，可不是为客之道哦。林穗安，别以为你在苏城办了一场走秀，就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够了！周应秋大声呵斥道：“是我冒犯了，我等改日再来。”周婉晴不情不愿地跟在周应秋身后。娘，这个林穗安身为晚辈也太无礼了，大姨是自己私奔的，好像一切都是我们的错似的。唉，林穗安到底是不是你大姨的女儿，这些都不确定，不要轻易相信外面的传言。那娘怎的还一下病倒了？外面都说娘是害怕大姨回来和你争夺周家的大权。够了，我们回去吧，往后这些话不要再说，都是外面胡说八道的。你大姨现在是否活着都不好说。因为有了周应秋和周婉晴这个小插曲，林穗安和穆青兰两人出发晚了一些。一个小姑娘的话而已，我根本没往心里去。不过我倒是有些诧异，这周婉晴倒是性子单纯得很，许是娇宠着长大的缘故。马车缓缓行驶，在寒山寺的山脚停下，林穗安和穆青兰迎着石阶缓步而上。穗安，你这体力属实不错呀。你还是缺乏锻炼，我经常进山，这些台阶对我来说呀，真不算什么。我是不是拖你后腿了？要不我们到亭子里歇一歇，这里的风景正好，慢慢走，正好欣赏欣赏。几人来到亭子，亭子里已经有人在里面等着了。原来你就是林穗安啊！你认识我？这几日我正研究你走秀的事，以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形式，将商品介绍给大家，确实让人眼前一亮。还有你做的包包也很是亮眼。敢问姑娘贵姓？见到你太过高兴了，以至于忘记向你们介绍自己。我姓施，名淑慧，父亲是苏城的一个老秀才。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林穗安，家住临江的青田县。这是我的朋友莫青兰，施姑娘也是要去寒山寺。这几日家父病了，正好去寺庙给他祈福。那正好，我们一起。施淑慧能言善辩，说话谈吐，可以看出是读过不少书的。施姑娘读过不少书吧？家父视书如命，可惜命运不济，一直没能高中。跟在家父身边长大，确实看过几本书。林穗安是第一个从佛堂出来的人，他站在门外，看到穆青兰和施淑慧还在虔诚地跪拜着。林穗安，我都跑了1个来回了。跑尽兴了吧？我今日也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和他聊天很舒服。林穗安给他讲了施淑慧，想来他父亲病得不轻，施姑娘看着很是伤心。有什么好担心的？他已经长大了，没有父母也能很好的活下去。你不懂，算了，不和你说了。我要再进山一趟，等下我在山脚下等你。嗷呜！而第二天，周应秋果然给林穗安递了帖子。周应秋这次没有带周婉晴，而是一个人来的。林姑娘想必最近也听到了一些谣言，林姑娘对这个事怎么看的？周夫人说的谣言是哪个？最近苏城的谣言确实不少，不过我初来乍到，对这些谣言还真没什么看法。自然是关于林姑娘和我大姐相似的事，不知林姑娘有何看法？能相周家大小姐是我的荣幸，可能这就是缘分吧。那林姑娘烈日走秀，为何会穿一件我大姐生前最爱的衣物？实不相瞒，我大姐16年前和家里的家奴私奔，从此就失了消息。我每天做梦都希望大姐活着。如果林姑娘真的有大姐的消息，不妨告诉我。我倒是有些好奇，堂堂一个大小姐，从小就被告知是未来周家的接班人，身上肩负着整个周家的命运，如何就会脑子一热和一个家奴私奔呢？这个事情就只有姐姐知道了。当时娘强烈反对姐姐和那人的婚事，姐姐一时想不开，被那人唆使也是有的。林穗安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仔细打量着周应秋。周应秋被林穗安的目光看得发毛。你为何这般看着我？外界都说我长得像周大小姐，又听说你和周大小姐是孪生姐妹，所以才这般看着周夫人，想看看我们有没有相像的。不过仔细看来，我倒是一丁点也没有看出我们之间有相像的地方，想来外界都是胡说的。我和姐姐虽然是孪生，但从小就不像，你自然是看不出我们之间有相似的地方。那就奇了怪了，
就算从小就不像，毕竟是亲姐妹，一个爹娘生的，再如何也会有相像的地方呀。周夫人，你说是吧？周应秋不知被哪句话给刺激到了，脸色一下子就不好看了起来。长得不像的姐妹大有人在，姐姐长得像娘，我像爹而已。确实，谁规定孪生姐妹就该相像的？周老夫人好不容易打破诅咒，生下双生，不像一些又有何妨？周应秋总感觉林穗安的话里有话，此刻再也坐不住，急冲冲地站了起来。我身子有些不舒服，我先走了。周夫人既然身子不舒服，那穗安就不多留了。周夫人还是要保重身体才是。周应秋脸色很难看地回了家。此时周正业也刚从外面回来。应秋，人不舒服怎么不好好在家躺着呀？夫君，我刚刚去见了林穗安，他好像什么都清楚，你说该怎么办？说着，周应秋把林穗安说的话再重复了一遍。周正业脸色也不是很好看。老爷夫人有急信。周正业连忙接过信，打开快速地看了一遍。周应秋看着周正业的脸色，催促道：信上怎么说？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他果然还活着。不过好在呀，他人傻了，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个好消息。现在林穗安出现在这里，他无凭无据，一切都只不过是他的猜测。只要周东银不清醒过来，一切都还是原样，对我们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可是信上不是说姐姐经过治疗已经有所好转，你说会不会忽然好了起来？已经傻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说好就好啊？我们还是不用杞人忧天了。我看周东云已经没什么可担心的，整个林家也只有林穗安具有威胁。接下来该怎么办？现在你只要好好休息，剩下的事交给我来做就好了。这日，听说苏城有家点心好吃，林穗安带着小草一起上了街市。这家点心多买一些，给敖乌在路上多备一些。敖乌知道了，肯定开心。就在这时，看到街市上吵吵闹闹的，不少人正往那边赶。啊，可是出了什么事啊？前面怎么了？唉，可怜呀，好好的一个人就这般被糟蹋了。我们去看看。远远看见几个壮汉正抓着一个披麻戴孝的女子，女子的声音传来，声音里带着哽咽。我们欠你的银子，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们，只求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先把我父亲入土为安。不是我不给你时间，当初可是说好的，今日是还银子的最后期限。各位父老乡亲，我爹是秀才，我从小跟在爹爹身边，不敢说饱读诗书，但也略懂一些字。如果哪位家里的小姐需要启蒙识字的，只要帮我付了欠的银子，还有帮我安葬了我的父亲，我愿意到府上做3年夫子，教家中小姐启蒙。林穗安这才认出了这女子是谁，竟然是施淑慧。只见她站在一群壮汉中，毫不畏惧。看来没人需要女夫子啊，我看你长得还算有几分姿色，既然又识得几个字，不如卖到那青楼去，说不定还能混得一个头牌。别说区20两银子，怕是再多也还得起啊。各位父老乡亲，我施淑慧虽然比不得那些考取功名的大儒，但给小小姐们开蒙还是够格的。如果大家对我不够了解，可以当场考笑我，时间也可以从3年延长到5年。我不需要女夫子，不如你嫁了我做我娘子如何？只要你答应了，这钱我立马给你出了。不仅如此，还将你父亲风光大葬。哎呀，不可，20两银子娶个媳妇儿，属实有些太贵了。不如给本公子做妾，本公子有的是银子，保管你跟着本公子吃香的喝辣的。施淑慧没想到，不仅没找到合适的东家，反而招来了一群污言秽语。我会女工，能吟诗作画，还会洗衣做饭，我那跟我正好。正好我需要一个夫子，不知施姑娘可愿意跟随我去往临江？施淑慧看向声音的来源，没想到是林穗安，以为林穗安只是可怜自己，帮自己解围罢了。多谢林姑娘，不过我一个女子，只能做夫子，如果实在不行，洗衣做饭伺候林姑娘也是可以的。这时矮胖男子见真有人出来当这个冤大头，心里反而有些不乐意了。他已经和青楼的老鸨说好了，
卖的可不止这个价格。你可想好了，这可是足足20两银子，别当了冤大头啊！当不当冤大头这个事情就不需要你来操心了。想必大家都应该知道一个夫子的含金量，去私塾3年可不止这个价，更何况还是请回家来的先生。谁知道这女子有没有真才实学？这夫子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姑娘，我还是劝你别当冤大头了。大家尽管砍我。不必，我相信施姑娘的本事。说着，直接从衣襟里拿出30两银票，交到施淑慧的手上。这些银子你先拿去还债，剩下的把你父亲好生安葬了。等一切处理好了，届时再来找我。林姑娘，谢谢你，不过我用不了这么多。不用谢我，这是你往后的劳务工钱，是你应得的。剩下的你留着，出门在外总有一些花销。林穗安并没有直接离开，他看着面前的矮胖男人就不是好惹的。这可不是20两，利滚利早已经是30两了。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哪里轮得到你这个时候坐地起价？只有20两，要就拿走，不要就算了。哎呦，小姑娘还硬气得很啊！看来你是不了解我们的手段。我看你还要背井离乡，不如跟我走，这个利息就算了。林姑娘，看来这个钱我是用不上了，辜负了你的好意。有人不想好好解决这个事儿，那我也只能硬磕了。施姑娘，不可以乱来，不如我帮你报官吧。想报就报了，我们等着。施淑慧转身在地上捡了一块石头在手上。报什么官？反正我爹也走了，我一个孤女留在世上也是孤苦无依。原本想着把欠你的钱好好还了，毕竟在我爹生病的时候，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给我们借钱，都算是我们的恩人。没想到你不想要钱，既然如此，这个恩我也就不还了。说着，施淑慧举起手里的石头狠狠地砸了下去，脸怕是要毁了。你怎么如此傻？事情总会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我现在孤身一人，这脸以后就是祸端，没了这脸也少了一些祸事。现下20两够了吗？不够的话，直接拿命偿还了。事已至此，男子也知道再纠缠下去，连这20两都别想要了。算你狠，给我20两，这个事情就这么了结了。施淑慧给了男子20两银票，从男子手里接过欠条，从此两清。还是找个郎中看一看，虽然你的想法不错，但为了自保就将自己的容貌毁掉，总归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你脸毁了，那些人模狗样之人不再打你的主意，却难防那些乞丐流氓。你说的有道理，是我想差了。去找个郎中过来，再找一些人过来，帮忙处理一下施秀才的后事。萧草连忙去办了。施淑慧对着林穗安郑重地道了谢。今日之事，多谢你，你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可是说好去我家当夫子的，我家有个妹妹8岁了，我正愁着给她找个夫子启蒙。除此之外，还需要你给我身边的几个朋友和丫鬟做一些启蒙认字的工作，工作量可不小哦，你可接受？林穗安对于施淑慧来说就是救命恩人，只不过多教几个人认字罢了。这本是我分内之事，我怎会不接受？我感谢都还来不及。林穗安和施淑慧说好，很快郎中也来了，看着施淑慧的脸开了药。好在伤得不深，按时用药，至于会不会留疤，要看恢复的情况啊。你也不要太过伤心，我想伯父在天之灵，也希望你高高兴兴的活下去。等你处理好了后事，再来找我。这天半夜，林穗安正睡得香甜，嗷呜羞地从睡梦中清醒了过来。嗷呜！林穗安，快醒醒，有人来了。有多少人？有3个人，在后院墙角。啊，不好，这些人准备放火，赶紧把大家都叫起来。小姐，出了什么事儿了？小草，赶紧去把大家都叫起来，有人在我们后院放火。这时墙角的3人刚准备好火器，正讨论往哪个方向放，没想到2个黑衣就照到了头上。谁派你们来的？没人派我们来，最近手头有点紧，是我们自己想来府上偷点银子。偷银子为何要纵火？我们也是想趁着混乱，能进府多偷上一些。既然你们不说，那我只能报官了。林穗安边说话边打量几人的神色，见他们好似一点都没有畏惧。说说吧，到底是谁安排你们来的？姑娘，刚刚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你还是等天亮了把我们送官吧。轻轻松松的把你们送官，不是太便宜你们了？看你们的样子好像一点也不怕呀。
怎么，你们身后的人是不是已经答应你们了？是不是说已经和官府打点好，只要你们死不承认，就能保你们平安？哼，没想到你们这种话也会信。你们不过是他们手里的一颗棋子，用完了自然就是废弃，留着说不定就是留下了祸根。什么人最能保守秘密？当然是死人了。林穗安越说，几人的脸色越难看。你不用拿话激我们，不管到哪里，我们都只是求财而已。你不说也不要紧，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说。正好我这个狼好久没吃肉了，你们刚好给他垫垫肚子，这里就交给你了，能不能吃饱就看你自己了。如果你们想好了可以叫我，我就在外面等着。林穗安等在外面，听着里面的动静，只听到嗷呜发出威胁的声音。不要吃我，我瘦，没什么肉，旁边那人比我肉多。别吃我已经好几年没洗澡了。吃那个，它干净，人也可口。嗷呜雨露均沾，咬完这个咬那个，有一个胆小的已经吓尿了。我说，瘦子，你这个叛徒！我受不了了，做个叛徒总比没命好。早说不就不用受这些罪了。你们两个跟我走，嗷呜，剩下的一个就赏给你当夜宵了。我也说。很快，林穗安把三人分开，三人的回答倒是一致，都说是一个男人拿了重金，让他们半夜放火烧死林穗安整府的人。那人说，只要我们咬死不说，就算失败，官府他们也有人。那人长什么样子？你们可看清了？看清是看清了，但这人并没有给我们说自己的来历。我让你们配合我演一出戏如何？如何演戏？明日我把你们送官，你说他们是会直接把你们处死，还是会真的如约定好的那般放了你们？我有一个办法能救你们一命。什么办法？明日我放你们回去，你只管和那人说计划有变，还没开始动手，或许还能救你们一命。当然你们也不要耍花招，我的厉害你也是知道的，我养的可是狼，找几个逃跑的人肯定是没问题的。事成之后我会给你们一笔钱，让你们活着离开苏城。我们听姑娘的。事情处理好，林穗安一大早就悄悄将三人放了，而他带着嗷呜亲自悄悄跟在三人后面。到底怎么回事？我可是花了重金请你们的，让你们做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昨日计划有变，放火终归还是动静太大，我们三人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决定换一个方法。再给你们3日时间，如果再办不好，我只能换人了。三人才刚离开，男子就朝暗处招了招手，跟着这3人，如果实在不行，给我。男子对着脖子比划了一下，很快就有人跟着三人离开。林穗安转身回了家，原本想等几天再回双溪村的林穗安，此刻再也等不及。现在收拾东西，我们立马就出发回双溪村。东西都是准备好的，我们随时都能出发。就是不知道昨日那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在路上会不会出现意外？先去和舒康平、穆青兰说一声，让他们过来一趟。很快舒康平和穆青兰就到了。虽安，听说你们马上就要走，怎么这么着急？出了点意外。林穗安将昨日晚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真是岂有此理，幸好你有嗷呜，不然……难道是周家？怕是周家已经查到我娘的情况，他们敢对我动手，必定也敢对我娘动手。我还是不放心，所以决定提前离开，早日回去也好。只是这路途遥远，怕是路上再有个万一。那今日我找你来，一是告别，另外一个就是看看你们能不能帮忙找个标队。这个事情我来安排。苏城有不少护送商队的镖师，找个靠谱一些的，必定能安全护送你们回去。很快，跟着三人的小海也回来了。姑娘，果然如你所料，那黑衣人就是监督那3个人的。那3人如果再不行动，怕是要惨遭毒手。将消息告知那3人，让他们有个准备。小海立马去办了，而林穗安也很快找到施淑慧。施姑娘，计划有变，我们需要提前离开。你这边的事情办得如何？事情已经办妥，我随时都能跟着林姑娘出发。林穗安将出发日期告知给施淑慧，她特意到几个相熟的夫人家里告了别。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离开苏城了，原本还有很多话想和你说呢。陈夫人，下次有机会到青田县来玩，到时候我做东给你接风。实在是离开家太久，不得不回去。有机会去青田县一定去找你。你下次什么时候来苏城呀？想必下次来不会太远了。林穗安这般大张旗鼓的告别，周家也很快得到了消息。安排的事做得怎么样了？这3人怕是有了状况，可能需要另外再想办法了。林穗安马上要离开苏城，安排一些人在去苏城的路上动手。那之前的3人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处理？
就这么处理吧。很快就到了林穗安离开的日子，舒康平和穆青兰在门前和林穗安话别。等到驿站休息的时候，黑衣人一剑刺向床上睡着的人，没想到却刺了个空。而此刻，林穗安和嗷呜已经跑到了下一个驿站。林穗安，那些人不会追上来吧？等他们发现上当了，肯定是会追上来的，就看镖师能拖住他们多久。有镖师在，为何我们还要单独逃跑？带着镖师必定会影响我们的路程。如果周家在我们回青田县之前动手，我怕家里人没办法应付。第二日一大早，天还没亮，两人就启程赶路，一人一狼日夜兼程，10天的路程，花了8天总算到了。爹娘，我回来了。穗安，怎么只有你和嗷呜啊？这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好臭！好呀，娘，你竟然嫌我臭，娘是不喜欢我了吗？最喜欢安，最喜欢安了。不臭，香的。小姐回来了，我现在就去烧水，给小姐洗澡，再做一些小姐爱吃的。我给你们带了好多速成的礼物，不过礼物还没到，我和嗷呜先回来了。我还给你们带了一个女夫子。大姐，真的吗？往后这个女夫子就负责你的识字，除此之外，她还会画画，女工听说也不错，到时候可以一并教你。多谢大姐。林穗宁见大哥和小弟都去了学堂，自然是羡慕的，可自己是女子，就算羡慕也无用。傻瓜，和大姐客气什么？往后好好学。芸娘也要学。好，娘和念儿一起学。林穗安的这顿饭在一家人的陪伴下吃完，才刚放下碗筷，林景春就问道：这其他人怎么还没回来？宁儿，你带着娘去给我准备点点心。宁儿知道这是大姐和爹有话要说。娘，我们去给大姐做点点心吧。安，你等我给你做点心。安喜欢桂花糕，我去做。直到林穗宁和芸娘的身影离开，林穗安这才开了口：最近双溪村可有可疑人进村？自从上次出了那个事儿，村里人都警惕多了，最近没有什么陌生人进过村。周家已经发现娘的存在了，应该是把事情也打听清楚了。林穗安将周家放火以及这一路的追杀说了一遍。真是岂有此理，这周家人简直是黑了心肠。那你没受伤吧？幸好有嗷呜，是嗷呜听见了这些人的动静。那其他人什么时候回来？应该也快了，有镖师护送，应该也是安全的。我们这么着急赶回来，就是怕周家会对娘下毒手。我会好好守着你娘的。也不知周家是从哪里打听到的消息，就怕周家不明着来，到时候来一个借刀杀人。你放心，只要他们真有这个心思，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不管他们是谁。林之桃等人是在10天之后回来的。林之桃一见到林穗安，就扑进林穗安的怀里。林穗安，幸好你先回来了，你不知道那些人像疯狗一样一直追着我们咬。辛苦你们了，一路上好吃好喝的供着我，哪里有什么辛苦？总之这次的事情多亏了你。宁姑娘，你可不要和我如此客气，要不你还是叫我淑慧吧。施姑娘来施姑娘去的，显得实在太过生疏。那我就叫你淑慧了，你也可以叫我穗安。淑慧，我带你见见我的家人。林穗宁早就等着了，她此刻显得有些紧张。这是我娘，这个是我妹妹林穗宁。宁儿，往后这就是你的夫子了。夫子，不必如此客气，往后希望我们能相处愉快。夫子，我带你去你的厢房。林穗安将施淑慧的事交给了林穗宁，而他转身去见这次镖队的领头汪镖师。这次辛苦你们了，这次不辱使命，将大家安全带到。不知镖师可否介绍几个身手尚可的朋友给我？林穗安想找几个有些身手的人在林家做工，不过要和汪镖师说清楚，介绍的人是来我家做工的，身手也不需要太过了得，只是平时有危险的时候能帮着顶一顶。林姑娘等我的消息。施淑慧在林家安顿了下来，林穗安在绣房旁边专门批了一间房作为舒适，而汪镖师也很快找了几个人过来。林姑娘，这些都是一起跑过镖的，后面因为各种原因没法跑镖了，身手都是顶顶好的。这个是芸娘，身手了得，想着你一个姑娘家有一个女子在身边，或许更方便一些。你看，林姑娘，我烧饭洗衣种田种地，体力活都能干，男子能做的我都能做，男子做不了的我也能做，我迫切的需要这份工作，希望宁姑娘能收留我。林穗安也没有一口答应，而是从汪镖师身边拿过身契，然后一一问了起来。
等问到月娘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女儿。林姑娘，这个月娘也是个命苦的。原来月娘年少的时候被后娘卖给了隔壁村里的一个男人，挨打挨骂那也是家常便饭。成婚几年，怀了3次孩子，都被男人打得流产了。最后好不容易生了个女儿，也成了月娘挨打的另外一个原因。在最后一次，月娘被打得奄奄一息，直接昏死了过去。男人家里以为月娘被打死了，将她拿草席一裹，扔到了山上。好在月娘命大，被走镖的镖队救了。月娘这次回来，主要还是为了女儿。这些年她离开之后，女儿成了男人新的发泄目标。前不久，她杀到男人家里，好不容易把女儿带了出来。为了女儿，这走南闯北的活儿肯定是没法干了。林姑娘，这些日子我们也打听了，知道你是个好人，希望你能给月娘娘俩一口饭吃。月娘女儿几岁了？才11岁。唉，你看了就知道了，这家人简直不是人，将好好一个女孩折磨得面目全非。为了要回这个女儿，月娘将跑镖的积蓄花了七七八八。那就让月娘留下吧。多谢林姑娘，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还不快谢过林姑娘。多谢林姑娘，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做事。不必如此客气，你安心待着。林穗安又挑选了3个合适的男子，这人也算安排好了。林穗安将月娘安排到了云娘的身边。你主要就是照顾我娘，保护她的人身安全。崽儿，别怕，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这里再也没有人敢动手打你，你就安心在这里生活吧。等崽儿离开，月娘才开口说道：他的脚被他那黑心的爹拿棍子打断的，都怪我不好，我就不该生下他受罪。都过去了，往后你和崽儿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安心在这里待着。多谢林姑娘，往后让崽儿都跟在你二的身边，多接触一些人，也能开朗起来。该布置的人员已经安排好了，周家的人没找来，新任县令却先找来了。谁是林景春？我是林景春，请跟我们走一趟。不知县令大人找我爹是有什么事？官差态度还算好，他们对林穗安也算熟悉。有人状告你爹拐卖人口。林穗安还想打听更多的消息，可官差也不好再说什么。林姑娘，请不要为难我们了，其他的事我们也不能再说了。那官差能否给我们一点时间？我让我爹换身衣裳。这点小事儿，官差倒是满口答应了，还特意给2人留了空间。我娘的事是不是只有林家阿爷阿奶知道？我先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当时我也问过你们阿爷和阿奶，他们并没有和我说起你娘的来历。这新任县令怕是不好惹，你去了之后要小心一些。我现在就去找林大柱和老林氏去问清楚情况，晚点也会立马到县城去。你也别担心，朗朗乾坤，什么事都需要证据。父女俩说了一会儿话，官差在外面已经催促了。照顾好你娘，其他的事别担心，爹会自己解决的。林穗安从衣襟里拿出2个荷包，递到官差手上。麻烦2位官爷，路上多照顾一下。林姑娘请放心。官差这才带着林景春往前走。这会儿，村里其他人得知了消息，都围了过来。说好好的，官差怎么上门来了？这林家莫不是犯了煞？老林家的几个儿子都是被官差带走。要我说呀，还是要去好好找个寺庙拜一拜。也不知道老林家得罪了哪路神仙。各位乡亲，知道大家是关心我爹，具体的事情官差也没说。今日家里事出紧急，就不招待大家了，大家还是早点散去。林穗安等人一走，再次踏入林家。你来干什么？这么害怕干嘛？我又不会吃人。你到底来干嘛？我来自然是找你有事。你不是天天在家咒我吗？现在我就在你面前，你怎么怂了？我娘是你从哪里买来的？老林氏还以为林穗安是来打他的，没想到是来问那个傻姑的事儿。这么多年了，我早就忘了。看来你记忆也不好，要不我帮你回忆回忆。我是真的不记得了。阿奶，天还凉，我扶你起来。我不要你扶，我不要你扶。虽然你没生我爹，但好歹也叫了你这么多年的阿奶，怎么能坐在地上呢？这边话还没说完，吧嗒一声，老林氏重新摔倒在了地上。哎呦，手滑了，对不住。阿奶是吃胖了吧？不过阿奶，你这身上也太臭了一些，有那闲工夫天天咒我呀，还不如烧一锅水给自己好好洗洗。我想起来了。阿奶早点说不就好了，何必呢？我说。就在这时，门外面响起了脚步声。老头子，
你赶紧去找族里的人，这个死丫头她打我！你反了天了，敢打你阿奶！阿爷还是先坐一下。林大柱虽然有些狐疑，但联想到刚刚得到的消息，想必林穗安一个姑娘家慌了神，这会儿才想起他这个阿爷来。你爹的事儿我也知道了，不管什么时候，这一家人呐还是一家人。你想起我来是对的，明日我让你四叔去县衙跑一趟，打听打听消息。哎呀，不过我这找人还不是要打点打点。你拿些银子出来，等明日我就让你四叔跑一趟。那你还真是好心。那是自然，我们毕竟是一家人。你爹虽然平时不孝，但怎么着也是我儿子，我也不会坐视不管呢。那阿爷你看要多少银子合适？这到县城去要打点，少不得得50两。你呢也别觉得这银子多，在大事面前这点银子都不够看，这后面呢少不得还得再拿出一些来。阿爷坐下说。林大柱心满意足，完全没看到老林氏给他使的眼色，然后啪嗒一声，林大柱也摔到了地上。你把凳子抽了干嘛？哼，我看这凳子挺臭的，正想着给你换一条。你还不赶紧扶我起来！林穗安，你是故意的是吧？阿爷怎么能这么说？我就是手滑，你好心准备去救我爹，我怎么能故意让你摔倒呢？你赶紧拿银子来，我这就通知你四叔。拿银子的事先缓一缓，我现在有一个事儿先问问你，我娘是怎么来的？林大柱没想到林穗安会问起这个事儿，顿时眼睛飘了飘。你问这个干嘛？问这个自然是有问这个的必要。都这么久的事儿了，早就忘记了。我觉得阿爷该好好想一想了。说着，林穗安一个不小心，直接将林大柱绊了个底朝天。林穗安，你个天收的！我是你阿爷，你敢打我，我要报官！你这是大不孝！阿爷真是老眼昏花了，我怎么可能打你？你自己走路不小心摔的。阿爷要报官前，还是好好想一想我娘的事，否则再摔上2跤，连命都要没有。你这是威胁我！阿爷还是好好说话，手不能乱指乱点的。阿爷，阿奶，这会儿想起来了吗？哎，阿奶，怎的跑那么远？你和阿爷就该和和美美的待在一起呀。说着，林穗安一把拖着老林氏，将他重新拖回到了林大柱身边。阿爷阿奶两人一起想一想，想不起来我再帮你们回忆回忆。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想救你爹了吗？你如果觉得50两银子太多，先少拿点出来，让你四叔先去打听打听。你还真是蠢，又蠢又恶毒。我问你，我娘是怎么来的？别浪费我的时间。林穗安彻底失去了耐心，从裤腿拿出一把匕首，转而看向老林氏。你来说，别再让我动手。当初我们可是说好的，谁也不能说。你个蠢货，不说你就得死，我可不想死。刚刚让你去找人，你听不懂人话呀！一个一个说，谁说的不对，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说完，林穗安将林大柱拖进了原本的牲口棚，拍了拍手，转身看向老林氏。现在你可以说了。你娘是我们捡来的。如果单单是捡来的，老林氏和林大柱没必要这般遮遮掩掩。当时家里穷，你爹娶不上媳妇儿。原本我和你阿爷准备去隔壁村把那个哑巴娶给你爹，谁知道在路上就看到一辆马车翻倒在地上，那马儿也早跑了。那地方偏僻，平时也没什么人，看样子马车翻倒的时间也不短了。就在两人收拾得起劲的时候，这时身后来了一个人。是那人先动的手，我们都没用力就倒在了地上。林穗安大概猜到了，这个男人想必就是周家说的和芸娘一起私奔的周正阳。那人呢？那人倒地之后运气不好，倒在了石头上，直接没气儿了。马车藏到了深山，我和你阿爷时不时的去拆一些，拿回来当柴烧。车上值钱的也卖了。那只金钗呢？那个金钗也卖了，当时卖了10两银子呢。老林氏和林大柱就靠着这些银子，又让林景夏读了几年书，后面又供林艳秋，都是这些银子。那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娘是我们将那个男人埋了之后，在山底下发现的，大概猜测也知道和刚刚那个男人是一伙的。原本我和老头子两人也不想管，
又怕这人醒了去报官，到时候查到我们头上。老林氏和林大柱讨论了半天，最后决定将这人带回来。带回去把人关上一段时间，这人就老实了。一个姑娘家的有什么怕的呀？正好老大没媳妇儿，带回去给老大做媳妇儿。这生了孩子让他跑，他也不敢跑呀。林大柱被老林氏说服了，最后带着云娘回了双溪村。可是没想到云娘是个傻的，所有的事儿我都说了，没有任何隐瞒。你放过我吧。等我问了林大柱再说。林穗安将老林氏捆住，扔进了牲口棚，又将林大柱带了出来。我是你阿爷，你这是大不孝，老天爷都看不过去的。说吧，我娘是怎么来到我们这儿的？林大柱知道老林氏已经说过了，隐瞒也没用了。那男人是怎么死的？埋在了哪里？那个男人原本就全身是血，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当时确实让我们报官，但我们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他将马车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我们，让我们报官。可还没等我们去报官，人就死了。我们最后好心将人给埋了。林穗安皱了皱眉，这中间肯定是有问题，说不定两人都没说真话。那我娘是怎么回事？这回林大柱和老林氏说的话倒是一致，都是想着带回来给林景春做媳妇儿。那个男人是不是你们杀的？不是我们杀的，我们没有杀人。现在我爹就是因为这件事被抓走的。这个事情除了你们俩还有谁知道？我们没和谁说过，只和老二说过这个事情。林穗安想起林景夏，倒是好久没见到这个人了。莫非这人腿都断了还不消停？先好生待着吧，有人救你们最好，没人救你们就自救吧。林穗安离开林家，让钟伯备马车，很快就到了县城。官爷，我是林穗安，能否帮忙找一下马文才马大人？林姑娘，马大人这些日子去了下面的镇上公干去了，不在县衙。麻烦官爷通融一下，能否让我见一见我爹？林姑娘，这不是我们不帮你，实在是县令大人交代过了，这个事情性质严重，嫌犯暂时不能见任何人。林穗安拿出一个厚厚的红封，那烦请大家帮忙照顾一下我爹。林姑娘，这个我们不能收，即使你不吩咐我们，我们也会照顾一二的。林穗安交代好之后，吩咐李武去府城。林穗安也顾不得时间太晚，递了帖子求见知府张大人。大人，门外一位自称是林穗安的林姑娘求见。哎，这个时候林姑娘怎么来了？哎，快请进来。张大人把林穗安请到了内院，由张夫人作陪。民女见过张大人，这么晚贸然打扰大人，请大人见谅。你就是林穗安，果然是个可人儿。上次刘夫人送给我的包，听说就是出自你的手。民女见过夫人，夫人喜欢就是民女的福气。今日正好给夫人带了一款最新的包包，希望夫人喜欢。张夫人从林穗安手上接过包包，一看果然很喜欢，真是心灵手巧，我很是喜欢。穗安姑娘啊，正准备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做的屈原礼，皇帝很满意，不日将会安排户部和工部来临江府学习推广，你就是大功臣呀。民女不敢鞠躬，都是大人领导有方。时间也不早了，不如林姑娘留下来吃个便饭呢。正好我也有些穿搭上的事情和林姑娘探讨探讨。民女能够得到大人和夫人的邀请，实乃三生有幸，本不应该推辞。实在是家父现在身陷牢狱，虽然无心吃饭，今日这般匆忙来到府城，找到张大人也是有一事相求。穗安姑娘，这好好的可是出了什么事呀？林穗安大概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家父今日被带走，我也亲自问过了家里的爷奶，当初是我爷奶将我娘捡了回来，我爹一点也不知情。这事牵扯到苏城，牵扯较广，既然新任县令已经接手此案，定会将真相查明。不知林姑娘现在找我是有何诉求啊？大人，民女要状告苏城周家谋财害命，我要替我娘申冤。哦，这是何意啊？你可有证据？民女这趟去了苏城，了解到了当年的情况，手上也有了一些证据，现在要状告苏城周正业和周应秋合伙谋财害命。既然他救不了他爹，何不将事情闹得更大一些？张大人看了看林穗安递上来的证据，很快也明白了林穗安的意思。既然如此，这个案子我定会彻查。多谢大人，我爹乃是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不知张大人能否将我爹关押到府城牢狱？这是为何？
求大人成全。张大人最终答应了下来。林穗安将事情办妥，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小姐，天色不早了，你今日一天都没吃饭了，找个饭馆先吃点东西吧。找个客栈吃点东西休息一晚。我这就去安排。很快小草就在附近找了一个客栈。林穗安等人一进去，就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小姐，确实是当初跟在周老爷身边的嬷嬷。她是跟着周正业还是周应秋来的？我打听了，并不是。这个赵嬷嬷是跟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夫人来的。赵嬷嬷对这个夫人十分尊敬，安排人将人盯紧了，有情况立马报告给我。整晚赵嬷嬷客房的几人并没有再出现，天才刚蒙蒙亮，林穗安就醒了过来。小姐，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现在还早呢。你再睡一会儿吧，我出去走一走。我陪你。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假山旁，没想到这个时辰已经有人在了。老夫人，昨晚你就没睡好，实在不该这么早起来，上了年纪觉少，我都习惯了。再说早上的空气多好啊，要我说老夫人就在周家好好养老，一个人待在灵岩寺，夫人每次都很挂念你。林穗安听出了这声音，就是来自周家的那个赵嬷嬷，没想到这么早能在这里碰上。老都老了，待在哪里不是待在灵岩寺我更清静一些。今日如果不是出了这个事儿，我都不来这临江，让老夫人费心了。唉，这俩孩子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但一旦碰上那人的事儿就乱了分寸。如果早些告知我，事情也不会搞成这个地步。唉，谁说不是呢？所谓关心则乱，老爷和夫人还是太心善了。林穗安心里嗤笑一声，残害长姐，霸占家产。林穗安不知哪里能看出周正业和周应秋心善。老夫人，早上寒露严重，我们且早些回去。如果病了，那老奴就成了罪人了。夫人非得扒了老奴的皮。哪有你说的那般严重？应秋最是心善，可不是？夫人心地善良，但老夫人也别让夫人担心。走吧，回去吧，晚点还要去青田县。等人走远，林穗安和小草才从假山后面走了出来。小姐，这妇人到底是谁啊？老爷是不是就是这人害的？派人将人跟紧了，有任何异常快速汇报给我。林穗安他们前脚刚走，这边赵嬷嬷和这老妇人也得知了林穗安的行踪。这个林穗安倒是个聪明的，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青田县的县令，他立马就将这件事捅到了府城。事情到了府城，怕就是不那么容易容我们摆布了。那这个事情该如何是好？这林穗安确实就像那滑不溜秋的泥鳅，实在是难搞啊。也是，不难搞，你们老爷和夫人也不会让我知道这个事了。无妨，我们先去青田县。上次那透露消息的人查到了吗？赵嬷嬷点点头。那我们就亲自去见一见这个人。林穗安回到了青田县，跟着府城的官差去了县衙。只是短短1天时间，林景春身上就遍体鳞伤。爹，你还好吗？爹没事，都是一些皮外伤，不碍事的。曾大人，我爹犯的何事？你不查清楚就动用私刑，你这是罔顾王法。我这是例行询问调查，你爹拒不配合，动用刑法，乃是正常的办案手段。府城来的官差将林景春押走，不仅如此，还去了双溪村。官爷，你们这次来是为了何事啊？谁是林大柱和老林氏？有人举报，2人牵涉到16年前的一起命案，需要2人配合。昨日，林大柱和老林氏被林穗安绑在牲口棚，今日求生的本能让2人好不容易爬出了牲口棚。你们就是林大柱和老林氏？我们就是。可是林景春的事，我们早就断了亲呐，他的事和我们无关。对，村里的人都能给我们作证，我也不是他亲娘，他犯事和我们无关呢。官爷，我要状告林穗安。昨日林穗安将我们打了，还将我们关在牲口棚里，你看这都是伤呀。官爷，赶紧把那个丫头抓起来，她大逆不道，连家里的长辈都打，要天打雷劈的。林大柱，昨日穗安忙着他爹的事，好端端的
怎么会上门打你们？她一个姑娘家，这会儿最是六神无主，你作为长辈不帮一把就算了，还倒打一耙，哪里有身为长辈的样子？就是啊，虽然多好的姑娘，在你们眼里就是天下第一坏蛋，就该下地狱。你们到现在这个时候也不好好反省一下，实在是活该。够了，有什么冤情拿着诉状上告。今日我们来是调查16年前一起命案的，有人状告你16年前将一个男子打死并且抛尸，请跟我们走一趟。一听到官差的话，林大柱和老林氏脸刷的就白了。哎呀，官爷，根本没有的事儿，我们没有杀人，人也不是我们杀的，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快死了。哎呀，人不是我们杀的呀，求官爷明察。跟我们说没用，请随我们走一趟。双溪村的人也听明白了，原本听到官差的话，还以为中间有什么误会。啊，原来我们身边一直藏着2个杀人犯，怪不得如此心狠手辣，原来是个惯犯呀！哎呦，吓死人了！这林大柱和老林氏连人都肯杀呀，恐怖啊！放你们娘的狗臭屁！你们哪只眼睛看到我杀人了？你们这些长舌妇，死了要下地狱，要被拔舌头的呀！少在这里耍泼，有什么冤情到府城去说。这会儿李正才知道来的官差是府城的，没想到已经惊动到了府城。林大柱，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让你媳妇这般胡闹？是不是林翠安干的？这个畜生，当初生出来的时候就该扔到尿桶里淹死。林翠安，你个挨欠刀的，你不得好死呀！你害得我们好苦呀！老林是这些骂林穗安的话，天天骂，早就不用思考，脱口而出。真是倒8辈子霉，生在了这样的家里呀！幸好穗安自己厉害，离开了林家，不然呀，还不让这2个老不死的吃了呀！当我们是死的，再敢鬼哭狼嚎，休怪我们不客气。很快，官差带着2人离开了双溪村，而此刻的林穗安看着林景春被张大人派来的人带到了府城。小姐，赵嬷嬷和那老妇人已经到县城了，住在县城的福来客栈里，让人继续盯着，重点注意他们和谁来往。安排去江凹屋的人已经出发了吗？应该快到了。江凹屋尽快带到县城来。福来客栈，赵嬷嬷和那妇人才刚安顿好。派人去把那人带来了吗？已经派人去了，老夫人还是要多歇一歇，人老了不中用了。等这件事处理好，我也就再没什么事儿操心了。往后我就能安心待在这灵岩寺，吃斋念佛了。以后婉晴小姐的婚事还指望您呢。婉晴的事儿自有秋儿来做主，我就不插手了。我这个老婆子好好吃上几年斋饭，给大小姐祈福。如果有来生，我再当牛做马向大小姐谢罪，总归是我对不起大小姐。敖武很快就被林穗安接到了县城。林穗安，你怎么才来接我？是不是感觉没了我很不方便？可不是，我现在特别需要你。然后林穗安把赵嬷嬷和那妇人的事说了。你赶紧让鸟儿们去听听，看看他们到底在打什么主意，还有他们来县城要找的人是谁。敖武马不停蹄的就去做了。等吩咐好这些，敖武才再次回到林穗安身边。林穗安，我给你讲，你那个恶毒爷奶被官差带走了，真是活该，还真当哪里都是他撒泼打滚就能解决的。对了，他们夜里有没有聊以前的事？哎，2个人互相对骂了半夜，好不容易停了下来，又开始呼呼大睡了。不过2人对骂的过程当中，倒是说了几句。敖武将鸟儿学的话又再学了一遍。你是猪吗？啊，这当初说好的，这个事情永远也不要提。那个男人原本就是奄奄一息，我们好心将人安葬了，你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说他自己运气不好，摔到石头上，最后死了。我们好心将人埋了，我又没说你将人活埋。敖武学到这里，看着林穗安。林穗安，你爷奶还真是恶毒。这个事情已经交给府城的张大人，这个消息也会透露出去。这2人心狠手辣，心思恶毒，也该受到一些惩罚了。就在这时，小草匆匆赶了过来。小姐，我看到有人进了福来客栈，是往那个赵嬷嬷的厢房去的。哦，看清楚人的样子了吗？可是我们认识的熟人。一个女人，遮得严严实实，没看清楚人脸。不过她不是一个人来的，她推着一个瘸了腿的男人，在福来客栈前面的茶楼
然后才一个人去了客栈找赵嬷嬷。林穗安一听到这里，脑中立马想起2个人，林景夏和刘氏。阿乌，接下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务必将他们的谈话内容全部反馈给我。啊呜，完全没问题。当初你就不该心慈手软，直接解决了，就没这么多的麻烦了。赵嬷嬷领着刘氏进了客房，刘氏弓着身子小心翼翼。云娘是你的什么人呢？她是我嫂子。说说吧。她是我爹和娘捡回来的，当时受了伤，醒来之后就是个傻的。当时就是她一个人吗？只有她一个人，没看到其他人。现在她状况如何？她一直就是个傻的，就像一个4、5岁的孩童。家里的其他情况你也说说。她和我大哥成婚以后，生了2儿2女，大的就是林穗安。刘氏将所有人的情况都说了一遍。老夫人和赵嬷嬷听下来，也知道周冬云这里只有林穗安一人是个威胁。关于林穗安的事儿，多说一些。我就没见过这般心狠之人，我夫君可是他亲叔叔，他直接将我夫君的腿打成了残疾，还报官，夺了我夫君同事的名号。现在我的夫君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整个听下来，老夫人算是听明白了，林穗安不仅心狠，脑子还聪明。不孝不悌，这种人实在是该死，也是难为你们了。哎呀，可不是，如果有机会，我恨不得喝了他的血，扒了他的皮。你们这样蛮干肯定是不行的，你们在他手上吃了多少亏，怎么还不长记性啊？如果再贸然行事，只怕不仅仅是废了双腿这么简单。老夫人的话简直说到了刘氏的心坎上，他们确实怕了。敢问夫人，有什么好的法子？就算拼了我这条命，我也要把林穗安拉下马。我也是看你们可怜，被一个晚辈这般欺负，实在是岂有此理。他这般做派，简直是天理难容。可惜我对林穗安也不是很熟悉，但是人就会有弱点，只要找到他的弱点，不难将人一击必中。老夫人，这林穗安从那次死过一回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做事心狠手辣。要说有什么缺点，家人应该就是他的软肋，还有就是他养了一只狼。养了一只狼？你确定？确定。这狼很听林穗安的话，我夫君几次栽在了这只狼的手上。还有，之前我还听说县城的马戏团出了事儿，当时大家都有看到了一匹狼，经过大家描述，我们都觉得就是林穗安养的那只狼。刘氏在客栈里待了许久，最后赵嬷嬷将人亲自送到了门口，递给了他一个大大的荷包。那这个拿着，知道你们也不容易，往后有事你就来找我们，我们老夫人最是心善的，看不得这种不孝的事情发生。和赵嬷嬷告别，刘氏就去了对面的茶楼。哎呀，夫君呐，我们算是遇到好人了。刘氏将今日所见所闻全说了一遍，一字也不敢落下。可打听出他们是什么来路？我忘记了。你这个废物，我千交代万交代，你连这点事都办不好。你发什么脾气啊？我可以确认，这些人就是来找林穗安麻烦的，他还给了我一大笔银子。而赵嬷嬷和老夫人此刻也在说着林穗安。你听出一些什么来了没？老奴倒是听出来了一些东西。这个林穗安聪明能干，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除了青田县的县令，还有就是林家。这个林家怕是将林穗安恨到了骨子里，可惜啊，林家所有人虽然恨林穗安，但对林穗安怕是没多大的办法。还有青田县的县令，这才刚把林景夏抓了，转头林穗安就找到了临江府的知府大人。这林穗安果然不容小觑呀，我们行事上还要再周到一些。你对那个刘氏提到的狼有什么想法？一只畜生罢了，或许只是一条狗，刘氏故意夸大，说成了狼。再怎么样，林穗安也不能养狼啊，就算养了狼，也不可能让狼这么听他的话。没过多久，敖乌就将刘氏和老夫人的谈话全部告诉了林穗安。这个刘氏还敢把我说出来，等下次我再见到他，非得把他的胆吓破。敖乌，这些日子你跟在我身边，不要乱跑，我怕他们对你不利。林穗安，你放心，
我已经长大了，就算他们有什么损招，我也不怕。可是我怕，人心复杂，我们万事都要小心一些。我都听你的。你这些日子让小鸟们都盯紧一些，有任何异常都要及时来汇报。在县城待的2日，林穗安怕家里人担心，带着敖乌准备回双溪村。大姐，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接我们？我正好从县城回来，就来接你们了。怎么，高兴不高兴？当然高兴了。敖乌，你怎么也来了？大姐，有个事还是要先和你们说一下。大姐，有事儿你就直接说，我也不是小孩了。对，大姐，我也不是小孩了。不是好消息，希望你们能沉住气。可是娘出了什么事儿？不是娘没事。吴大夫说娘的病情在慢慢好转。大姐，你说吧。爹被官差带走了。爹好端端的，怎么会被官府给抓走呢？那爹什么时候能出来？唉，这个事情说来还是和娘有关。林穗安将自己知道的信息全告诉了林穗平和林穗和。所以这些都是周家干的？大概率是如此。那爹什么时候能回来？大姐还在想办法，可能一时半会儿没那么快。不过你放心，大姐一定会让爹平安回来的。林穗安带着林穗平和林穗和才刚回到家，芸娘就冲了出来。你回来了，爹爹呢？他没回来，他是不是回不来了？娘，爹会回来的。他什么时候回来？快了。你骗我！我不骗你，爹爹很快就会回来的。林穗安牵着芸娘的手进入里间。娘，我有话想和你说。娘，你知道周应秋吗？周应秋是谁啊？那苏城周家呢？这次芸娘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一些，最后还是摇了摇头。那娘，你可认识周正阳？正阳，周正阳，正阳。说着说着，脸色就有些痛苦了起来。我的头好疼，我怎么想不起来？我的头好疼，我的头！娘，想不起来我们就别想了。他到底是谁啊？我为什么想不起来？林穗安一阵后悔，或许不该这般操之过急。娘，没事了，想不起来没关系，不是什么重要的人，我们先别想了，好不好？大姐，娘怎么了？我问了娘几个问题，娘突然头疼了起来。娘，我是穗平，你看看我，没事了，都过去了。血，好多血，正阳，血。芸娘口中来回就这几个字，看来周正阳当时受伤应该很严重。娘，别怕，都过去了，我和穗平都在，爹很快也会回来。锦川呢？锦川在哪里？我要锦川。说着就准备往外跑。林穗安和林穗平一人抓一只胳膊。娘，你别这样，爹很快就会回来的。你看看我呀，我是安安。安安，我的小安安，娘的小宝宝。娘要听安安的话，乖好不好？听安安的话，要乖。那娘现在去睡觉好吗？我不睡觉。安安想睡，娘陪我好吗？娘给安安拍拍。就这般，林穗安和芸娘一起躺在了床上。与其说是哄芸娘睡，不如说是芸娘在哄林穗安。大姐，娘怎么样了？不碍事，已经睡着了。唉，娘总算能好好睡一觉了。自从爹被带走以后，就没好好睡过觉。走吧，我们先别吵娘，让她好好睡一觉。大小姐，要不先吃饭？大公子、小公子他们一直在等你。很快饭菜就端了上来，一家4口坐在一起，饭桌上很沉默。大家都别太担心，这些事大姐都会处理好的，你们只要安心的做好自己的事就够了。大姐，你说娘如果见了周家的人，会不会发病啊？我们暂时先不要让周家的人见到娘，后续的事情再说吧。林穗安几人正吃着饭，林景东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林穗安，你给我滚出来！林穗安，你还是个人吗？有种你就滚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大姐，我出去看看。我自己出去，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个不客气法。林穗安一跨出门，就看到院门外钟伯和林景东正拉扯着，林景东嘴里还在骂骂咧咧。我出来了，你要怎么个不客气法？我问你，你是不是打你爷奶了？
他们身为长辈，打长辈是要遭天谴的。谁看到我打我爷奶了？说话做事都要讲证据，如果空口无凭，我是要告官的。你还说你没有打人？我刚去见了你爷奶，你爷奶什么都和我说了，我也问了旁边的邻居，都说见你进了我们家的门。我是去见他们，也问了他们一些事情，可我没有打人。不过爷奶年纪确实大了，连站都站不稳，四叔这么孝顺，还是要多守在身边呢。林穗安可是知道林景东并不怎么在家，基本上住在了杨氏的娘家。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爹不是你爷的儿子，其他人就算了，凭什么你爹也不照顾你爷奶？我们可是断了亲的，明白什么叫断亲吧？林穗安，再怎么断亲，你爹也是你阿姨的儿子，你怂恿着你爹不孝，果然是有人生没人教的贱种。今日我作为长辈，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你。林穗安凭着本能的反应，一把抓住了林景东的手，再这么一推，林景东就躺在了地上。我有没有人教，都轮不到你教。你先把自己家的事情管好再说吧。你敢动手，我就敢让你见官。林穗安，我跟你没完！钟伯，把这人拖走。如果再敢上门，你就把嗷呜放出来，咬死算我的。看到一张呲着牙的狼死死盯着他，顿时吓得屁股也不疼了。哎呦，狼，救命啊！胆小鬼，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上班。夜里，林家林景东正拿着活血化瘀的药物给自己擦药。林穗安，早晚有一天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这般目无尊长之人死了也该下地狱。而此刻墙外的嗷呜看了一眼林穗安，见林穗安一脸平静。林穗安，你这一天让人骂800遍，喷嚏也没少打吧？骂我又不会少块肉，等会儿你瞧着。这时头顶上的乌鸦哇哇地叫了几声，林景东被这乌鸦吓了一跳，随手拿了一个扫把就朝乌鸦的方向扔去。让你叫，我让你叫，你怎么不跑到林穗安那里去叫啊？再敢来我这里，我活剥了你！嗷呜，让乌鸦啄他。嗷呜把林穗安的意思传递了过去，乌鸦立马扑棱着翅膀朝林景东飞去。死乌鸦，滚开！你别让我逮到，逮到我把你给红烧了！林穗安朝嗷呜使了个眼色，嗷呜从墙上跃了过去，一双眼睛发亮。狼来了，狼来了！林穗安，你个不得好死的，你敢放狼咬我，我要和你拼命！看来有人还是没学乖。嗷呜，你教教他怎么说话。林穗安的话才说完，嗷呜就再次咬上了林景东。嘘，太吵了，容易把别人吵醒。我让你办个事，办好了有奖励，办不好你就和你二哥去作伴。林穗安的话林景东听明白了，意思是他不听话，他要废了他的腿。你说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饶我一命。你这般。林景东有些迟疑，脑瓜子已经在转动了，想着要不先答应了林穗安，等逃命了再说。别给我耍花招，我有的是办法监视你。你怎么说我怎么做，你放心，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我等你的好消息。对了，听说我四婶怀了身子了是吧？我先恭喜你们了。林景东心里又是一惊，这个消息他和杨氏谁都没有说，林穗安怎么知道的？谢谢。好好干吧，孩子还等着见亲爹呢。林穗安一大早睁开眼睛，林穗平几人已经起来了。一大早娘儿发现娘不在，还吓了一跳，最后找了一圈才知道娘在大姐房里。要不说娘最偏心大姐，只把大姐一个人当亲生的，我们都是抱养的。娘生病了，好多事都记不清，你可不许这样说娘，知道吗？我们都是娘的孩子。嘿，哎，大姐，我就是说着玩的，我没生娘气。这早时了，大公子和二公子难得在家，做的都是你们爱吃的。晚点让钟伯送你们去学院，我吃完早食就要去府城一趟。大姐你安心去吧，我会照顾弟弟的，家里实在不行，那我就请上几天假。不用，家里的事不用你管，我都安排好了，你安心读书就好。还有宁儿，你也安心做自己的事情，娘有月娘照顾，你下学了过来看一眼就够了，其他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我要去。娘要去哪里？等会儿让月娘跟着。我要跟你去府城。娘，我这次去是有事，你安心在家待着，下次我回来我把爹一起带回来。我要去。娘乖，你去了耽误我救爹爹，娘难道不想爹爹早点回来？那你早点把你爹带回来啊，我在家等你们。林穗安先去了县城，找到了吴大夫。吴大夫正在收拾东西。哎呀，穗安呐，
你来的正好，我正有事和你说呢。吴大夫这是要出诊？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事情，我要去京城一趟。吴大夫预计什么时候回来？闵王自从上次坠马之后，到现在还没有苏醒过来。太后已经亲自下了旨意，我必须跑京城一趟。关于你娘的病情，我现在该做的都做了，其他的就看她的恢复了。吴大夫，今日我来也是因为我娘的事。昨日我只简单提到了几个过去的几个人，就引得她犯了头疾。不知吴大夫何时走？走之前能否再去帮我娘诊断诊断？人的大脑是最复杂的，或许过去的人和事会有一个契机让他恢复正常，也或许因为过去的事将我们这段时间的所有功夫都白费，最后他又变成了一个3、4岁的孩童。林穗安不敢赌，芸娘能保持现如今的样子，他已经满足了。我明白您的意思，这个我不敢赌。我5日后就出发，临走时你把你娘带来，我再给她好好诊诊脉。以后后续有事，你也可以直接联系我的徒儿，他这段时间会暂时留在青田县。不知吴大夫能否和我跑一趟双溪村？我娘最近有些不方便出门。也行，今日我可以随你跑一趟。最后林穗安又改了计划，带着吴大夫又回了双溪村。安安把爹爹带回来了吗？没有把爹爹带回来，不过也给你带回来了一个熟悉的人。芸娘啊，可有想老夫啊？芸娘一见是吴大夫，自然是认识的。这个大夫一见面就给他扎针，怎么可能想他？你又来给我扎针，我不要扎针。娘，吴大夫马上要去很远的地方，以后就不能给你扎针了。今天他是来跟你道别的。啊，你也要走了吗？我要去给人治病，等治好了病，或许就回来了。那你回来能给我带好吃的吗？当然没问题。现在让我给你诊诊脉，好吗？芸娘乖乖伸出了手。许久，吴大夫才放开芸娘，对着林穗安说道：可能是昨天受到刺激的原因，有些气血上涌，其他方面倒是没有什么问题。我再给他开副药吃一吃。开了药，林穗安又亲自将吴大夫送回了县城。林穗安第2日一大早就去了府城。穗安呀，你来的正好，你爹是不知情的，等明日开庭，你爹就可以回去了。张大人事先将情况给林穗安说一下，也是给林穗安吃个定心丸。多谢大人。包括你爷奶怕是逃不了干系。民女知道张大人刚正不阿，如果我爷奶真的做了有违律法的事，那他们就该受到相应的惩罚。第2日，林穗安一大早就到了府衙。今日围观的人倒是不多。传状告之人。民妇叩拜大人。堂下何人呀？要告状何事？民妇乃苏城周家的管事嬷嬷，要状告之人乃是双溪村林家，状告他们拐卖了我们周家的大小姐，并将我们周家的家仆周正阳打死。很快，林景春和林大柱以及老林氏带了上来。我要杀了你，林穗安，都是你害的我们。这乃公堂之上，无知妇人藐视公堂，竟敢在公堂之上喧闹，先打5大板。5大板打下去，老林氏已经安静多了，就算想再骂林穗安，也只敢在心里暗骂。周冬云是你们的何人呢？我并不知道谁是周冬云，我家里只有一个妻子，芸娘。你可知你妻子芸娘就是苏城周家的周冬云呢？在下不知，当年到了适婚年龄，家里穷，娶不起媳妇儿，爹娘从外面带回了芸娘。当时的芸娘身受重伤，醒来之后就是个傻大，犹如4、5岁的稚子。这芸娘是你们从何处带回来的？是我们在山下捡回来的。林大柱将当时的情形再说了一遍。张大人看向老林氏，他所说的可属实？你可有要补充的？当时可还有一个男人周正阳。林大柱从这里开始支支吾吾了起来。张大人见状，惊堂木啪的一声。林大柱，事到如今，请如实交代。大人，求大人饶命！当时是我们见钱眼开，我该死，我该死！林大柱，你不要命了！大人，你听我说呀！将他的嘴堵起来。老林氏，轮到你开口，你再开口。如果再扰乱堂上秩序，休怪本官铁面无私。老林氏嘴巴被堵了起来，拖到了旁边。林大柱声音哽咽，开始讲了起来，和老林氏给林穗安说的差不多。当时推搡中将周正阳推到了石头上，唯一的区别就是周正阳当时只是晕了过去，
在他们挖好坑，将人放进洞坑的时候，周正阳醒了过来，出于害怕还有其他心理，最终将人活埋了。我们当时只是害怕，我们不是有意的，求大人饶命，饶命啊！你们心狠手辣求财就算了，竟然将人活埋，实在是罪大恶极。林景春对于此事毫不知情，当堂无罪释放。林大柱和老林氏罪大恶极，利益熏心，虽不是有意杀人，却将人活埋，实在是法律不容。念在你二人年事已高，以及救了芸娘一命，判处林大柱和老林氏杖20，流放1000里。求大人饶命！求大人饶命呀！我们错了，我们错了。张大人，民妇有一事相求。周冬云是我们周家的大小姐，当时因为意外出现了这种事情，这些年我们周家一直在苦苦寻找，如今人已经找到了。民妇代表周家恳求林家将我们大小姐归还给周家。大人，民女的娘因为16年前摔到了头，至今还记不起自己是谁。现在的周家以及周家的人，对于我娘来说就是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来之前我也问过了大夫，如果强行让我娘接触过往的事情，恐怕会引起不好的后果。大人，这些年我娘虽然没有锦衣玉食，但我爹把她照顾得很好。对于赵嬷嬷的要求，我们暂时无法答应。如果来日我娘真的清醒了过来，我们会尊重我娘的选择。林姑娘，你娘乃是堂堂周家的大小姐，如果清醒，如何会嫁给一介莽夫？回到周家，周家有更好的资源，能让你娘得到更好的照顾。当然，如果你们不介意，也可以一并进入周家，毕竟周家家大业大，多养几个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实在是多谢赵嬷嬷的好意了。我们林家虽然比不上周家，但也不是没有饭吃。要说周家家大业大，能更好的照顾我娘，那为何16年前我娘会出现这种事情？我还没有问周家，16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何我娘和周正阳会出现在双溪村附近？要说苏城离这里可是不近呢。16年前，因为老夫人不同意你娘和周正阳的婚事，你娘和周正阳私奔，这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很是痛心。怕是事情并不如赵嬷嬷说的那么简单吧？如果是单纯的私奔，为何会有人一路刺杀两人？两人所带的财物也并不多，明显就是走得很急。这个事情我会等到我娘清醒之后再和周家理论。周家内在的那些龌龊事，总会有一天大白天下。在此之前，我不会让周家任何人接触我娘。望大人成全，我不希望16年前的事再次发生。我娘现在犹如孩童，经受不住任何刺激。张大人也算听明白了，恐怕16年前的这起私奔，并不是单单的私奔。这个事情就按林家的意思办。这些年李景春照顾周冬雨细心慈细，并且给林景春生下2儿2女。如果周冬云有一日清醒过来，愿意回周家，再以周冬云的意思为准。大人，这事万万不可如此处理。我们大小姐头部受伤，林家不顾她个人意愿，强行将人娶为妻，中间还有周正阳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大小姐清醒过来，该是如何的痛苦？我们周家不想等大小姐清醒之后，责备我们不将她接回周家。回到周家，我们才能更好的照料她。大可不必，找到了失踪10几年的大姐，你们周家也只不过是派出了一个管事嬷嬷。从这点也足以看出周家对我娘的态度，我不会让我娘以身涉险。罢了，此事到此结束，退堂。林大柱和老林氏被带了下去。临走前，林大柱朝着林景春的方向哭求：老大，我是你亲爹呀，你向大人求求情，我们当时也是为了给你娶媳妇儿啊，老大，老大。林景春心有不忍，跪在地上朝林大柱磕了3个头。爹，恕儿子无能，你做出了这种事，就该付出相应的惩罚。这3个头就当是儿子还你的养育之恩。过往你对穗安这些孩子做的事儿，既然已经过去，我就不再追究。爹，一路保重。我呸！你磕3个头有个屁用啊！你个丧良心的死老头子！你现在看清楚了吧？这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很快，2人的骂声就消失在大堂之上。爹，我们回去吧，娘和弟弟妹妹还在等你回家呢。林姑娘，请留步。林姑娘，
我们夫人身子不适，路程太远，不能长途跋涉，但我们对夫人对大小姐一直是惦记的。刚刚在堂上说的事，还请你好好考虑一下。回到周家，对于你们和你娘来说都不是坏事。赵嬷嬷，有些事就不用惺惺作态了。如果我还没有去苏城之前，你来对我说这样的一番话，我或许会相信。但从我进入苏城，你们周家就对我多加提防，后面直接派人半夜放火想把我烧死。再说这些，你不觉得太恶心了吗？16年前，我娘为何会出现在双溪村附近？虽然我还没有调查清楚，但我知道和你们周家夫人周应秋以及周正义脱不了干系，还有你口中所谓的老夫人。老夫人3个字一出，赵嬷嬷脸色就不是很好了。林穗安怎么会知道老夫人的？你调查我们，只许你们调查我们，就不允许我们调查你？说实话，我对你口中的老夫人十分的好奇，不知死了10几年的周家老夫人听到这个称呼，会不会从地底下爬出来，半夜找你算账？周家还真是养了一群白眼狼。对着林穗安那凌厉的目光，赵嬷嬷感觉看到了周老夫人，心里一颤。你休得胡说八道！今日好言相劝你不听，以后休怪我周家无姑娘旧情。说着，赵嬷嬷气急败坏地离开了。林穗安扶着林景春一路往外走，一路上林景春一直沉默着。爹，你是不是心里难受？谈不上难受罢了，事情已经这般，就先这样吧。你给你爷奶送10两银子过去，就当全了这份父子之情。那爹先去马车上等一会儿，我这就送过去。将林景春送到马车上，林穗安又转回了府衙。此刻林大柱和老林氏已经行完刑。穗安，阿爷错了，你救救我，以后我全听你们的。阿爷，世上没有后悔药，既然错了就该接受惩罚。我爹到底还是心软，让我来给你们送点银两，好让你们在路上也能打点一二。听到这话，林大柱眼里冒出了希望之光。我要见你爹，让你爹来见我。见我爹就算了，你说这个银两我要不要给你们呢？想起以往的种种，这银两我是1分都不想拿的。林穗安想起了原主，现在他占据了这具身体，就该替原主了却以往的恩怨。穗安，阿爷错了，我知道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阿爷求你，给阿爷找个大夫，然后给点钱给阿爷傍身。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不会忘记他。往后有机会，我会还你的。这辈子还不了，我下辈子当牛做马还你。哼，阿爷，你还真天真。我跑这一趟只不过是做给我爹看的，你还真以为你们做了这么多坏事，我还慈悲为怀给你们送银子？我银子多的用不完，给路边的乞丐也比给你强。林穗安，我们老林家怎么就生出了你这么个心狠手辣之人？你看到你们如今和死狗一般，我就放心了，这银子就别想了。阿爷再见，不过恐怕这辈子是再也见不到了。直到林穗安身影再也看不见，林大柱还没缓过来，所以林穗安是特意来气他的。爹，都打点好了，你身上一身的伤，我们去找个医馆看看。林武将马车赶到了府城最大的医馆，给林景春看了身上的伤，开了涂抹的药和药方。眼看着时间不早，今日怕是回不了双溪村。林穗安带着林景春来到上次住的客栈。爹，我们暂且在这里住一晚，明日一早就启程回村。就在这时，他们看到赵嬷嬷匆匆回来，看到林穗安还愣了一下。你们怎么在这里？你们跟踪我？怎么？这客栈只许你们住，不许我们住？赵嬷嬷也太过霸道了一些。虽然周家家大业大，但也没有不让人住客栈的道理呀。我懒得和你说。安顿好林景春，让李武晚上好好照顾着，这才回了自己的房间。阿乌，去把他们的谈话内容听清楚。放心吧，我已经安排了。这时赵嬷嬷回到老夫人的房间，两人低声说着话，谁也没有注意到窗边停着一只小鸟。赵嬷嬷，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老夫人，事情被我办砸了。这个林穗安真是不简单，他竟然知道你的存在。赵嬷嬷将今日发生的事一字不漏地说了一遍。老夫人，你说往后我们该怎么办呢？罢了，这个结果我原本就想到了。如果林穗安好对付，也不需要我出马了。倒是没想到林穗安这么快就对我的身份起了疑，还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如果婉晴能有这般就好了，可惜了，婉晴小姐有自己的纯真善良，哪里是林穗安能比的？林穗安将芸娘保护得很紧，我倒是想去见上一见，其他的事儿就按计划行事吧。奴才明白了，就是怕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林穗安的监视之下，您看，你想想办法。老夫人似乎累了般，朝赵嬷嬷摆了摆手，赵嬷嬷低着头退了下去。赵嬷嬷隐隐约约听到老夫人说了一句：“或许这都是命啊。”一夜好眠，林穗安一大早就去看了林景春，见他恢复的还行。爹，是要在这里再歇一歇，还是今日回村？早点回去吧，我身子骨不要紧。再说了，有马车，这点伤啊，根本不碍事。那晚点我在马车里铺上厚厚的垫子，这样你坐着也舒服一些。爹哪里就是那般娇气了，这些日子倒是辛苦你了。爹，我是你女儿，辛苦一点都是应该的。再说也没什么辛苦的。父女俩商量好，决定今日就回双溪村。马车一路赶，先到了青田县。林姑娘，您来了。铺子一切可好？一切都好，生意一如既往。今日双溪村还安排人送了包包过来，一送来就被抢购的差不多了。那就好。苏城可有回信过来？暂时还没有。如果苏城有回信，你这边第一时间通知我。处理好所有的事情，林穗安回了县城的宅子。林穗安，林景东真的找上林景夏了，还真是贪生怕死。你说林景东会依照我们说的做吗？自然会。他不为自己考虑，也会为那未出生的孩子考虑。那还算有点良心。让鸟儿继续盯着，有异常及时回复。青田县一条逼仄的巷子里，林景东挤出笑容：“二嫂，是我老四。”哦，进来吧。林景东一进去，就看到了坐在门口的林景夏，立马扯着嗓子嚎了起来：“二哥呀，你怎么成这样了？你来干什么？我又不是第一天变成这样，你现在来哭，未免有点太过假惺惺了。”这不是一直不知道你住哪儿，从那次出事以后，你就再也没回过家，想和你说几句交心话都没有机会。说吧，来这里干什么？如果说这些没用的，就赶紧给我滚！林景东看林景夏说这话不像作假，还真怕林景夏把他赶出去。二哥，我来是真的有事儿，爹娘被官差抓走了，恐怕是凶多吉少，也不知道家里到底犯了什么煞，一个接一个的都出了事儿。还能犯什么煞？犯的就是林穗安这个煞，他就是我们家的灾星。二哥，这些都别说了，是我们对不起穗安在前。你到底是站在哪边的？如果是站在林穗安那边，你就赶紧给我滚！我这里不欢迎你，我这辈子和林穗安不死不休。二哥，何必呢？我们是斗不过林穗安的。把人赶出去！二哥，我是你亲弟弟。哎呀，好了，我们不说林穗安了，我来这里主要和你商讨爹娘的事儿。现在爹娘关进了府城的监牢，我想着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一看，也不知道二老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这副鬼样子怎么去？小心你去，别来烦我！林景东站在那里，眼睁睁看着林景夏从他面前离开。四叔，你还是请回吧。刘氏也是大变了样，哪里还有当初作为同生娘子的风光？短短时间，仿佛老了10岁。二嫂，这些日子你受累了。哎呀，四叔还是走吧，你二哥现在脾气不好。你还不快给我滚！刘氏，刘氏，你死哪里去了？紧接着就是摔东西的声音。林景东看到刘氏急急忙忙朝屋子里跑去。四叔，出去的时候把门关上。好一会儿，屋子里的动静才安静了下来。刘氏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林景东还站在原地。你怎么还没走？二嫂，我来这里除了爹娘的事，还有更重要的事。这些钱你们先拿着，我去看了爹娘再来找你们。最近青田县不知怎的又开始讨论起当初马戏团的事。当初那些猛兽可是咬死了好几个人呢，那场面呀，实在是骇人。现在我想起来都是后怕。畜生就是畜生，就算是马戏团驯服的再乖顺，该咬人还是咬人呢。这猛兽天生就是人类的敌人，吃人的事大家又不是没听说过。那恶狗还咬主人呢，那就是养不熟的畜生。要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为首的那匹狼，带着那么多动物逃出了马戏团。这些动物都聪明着呢，只是不会说话。我看这些猛兽早晚会回来报复人类。果然，没过上2天，青田县附近山村出现了多起猛兽攻击种田的百姓。
听说了吗？那些猛兽回来复仇了。这些天呀，好几个人被猛兽攻击，连腿都咬断了，还有那厉害的，脖子都咬断了。我也听说了，好害人呐！听说是马戏团的猛兽回来报复了。要我说啊，当初就不应该把这些猛兽放走，放虎归山，这就是后患。没过几日，青田县的县令发起了清除猛兽的活动，带着一队官差四处清理猛兽。因为我连着其他动物都遭了殃，这些天时不时有人上山追打动物，闹得兽心惶惶。至于说猛兽袭击人的事儿，我也打听了，根本没有的事儿。林穗安，要不我先去山里躲一躲？现在山里不是也不安全，你能躲到哪里去？此刻林穗安不敢带着敖乌回村，恐怕村里已经有人在等着他们。那怎么办？我总不能坐以待毙。就在这时，一群官兵扛着一只老虎回了城。打死这些吃人的猛兽！曾大人威武，曾大人为民除害，曾大人是我们青田县的好官啊！我是青田县的父母官，如今猛兽伤人，作为父母官，自然不能坐视不管。这是一件大事啊，也将是一场持久战。如果大家发现家里有猛兽恶犬的，欢迎大家来举报。如果情况属实，本官重重有赏。林穗安眉头紧皱，恐怕曾才良已经对林穗安布下了网。我决定把你送到府城。林穗安，我们现在去府城还来得及吗？先去府城避一避。青田县是曾才良的天下，不管你躲到哪里都逃不掉。但是去府城就不一样了，府城有张大人，张大人对我也有几分薄面，曾才良的手也伸不到那么远。那没了我做中间传话的，你如何应对那些人？应对那些人，我可以慢慢想办法，但我不敢冒着失去你的风险。林穗安，你太好了，说的我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你少来，看着好假。李叔，你知道怎么找汪镖师吧？大小姐，知道的。那我们去找一下汪镖师。李武随即赶着马车朝镖队位置驾去，才刚到镖队门口，就看到汪镖师正指挥人去喂马。林姑娘，你怎么来了？赶紧请进。李叔，你自行方便吧，晚点走的时候再喊你。李武知道林穗安这是知道他是从这个镖队出去的，让他和其他人说说话。多谢大小姐。进了院子，敖乌这才从马车上跳了下来。这么大一只狼从马车上跳下来，众人还吓了一跳。大家别害怕，我们小姐家的狼很通人性，不会乱咬人的。汪兴想起最近青田县抓捕猛兽的事儿，林穗安这会儿带着一匹狼找来，想必是有要事要谈。李武好不容易回来，你们去陪他说说话，将院门关紧了。众人纷纷离开，汪兴对着林穗安做了个请的姿势。林姑娘，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今日来是有事吧？汪镖师果然是个通透的人。汪镖师，你也看到了，我养的是一匹狼，而最近青田县在追捕猛兽，我这狼就成了青田县县令的目标。今日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那林姑娘要王猛做什么？汪镖师，我需要你将敖乌带出城。林姑娘，不是我不帮你，今日城门口查的可不是一般的严，恐怕有些难。如果不难，我也不会来找汪镖师了。不如这样，林穗安低声和汪镖师说了几句。你放心，价钱方面都好说，只要你把这狼安全带出去，这个数。林姑娘，谈钱就伤感情了，你收留我们镖队众多兄弟，我还欠着你大人情呢。这个事我答应下来了，钱就算了。一码归一码，这个事情也需要镖队众多兄弟担风险，钱自然也不能少。此事就这般说定了。第二日一大早，李武赶着马车就往城门口驶去。去哪里？可有录影？人下来，马车接受检查。你认识我是谁吗？平时我出城可没有这般严查过，如果识相的就赶紧放我离开。林姑娘，得罪了，我们奉命行事。一个不放行，一个不下马车配合检查，很快城门口就闹哄哄起来。林姑娘，请配合我们检查，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你们在干什么呢？我们还急着出城呢。对呀，我们镖队还赶时间呢。官差要查就让官差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们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我做什么亏心事了？不是我不配合检查，是哪里有如此检查的？简直就是对我的一种侮辱。怎么就和我们没关系？因为你耽误我们出城，你就配合一下又如何？林穗安就这般和镖队三言两语的吵了起来，眼看着吵得越来越激烈。虽然你对青田县的百姓有恩，但也不可如此任意妄为。大家都能配合，凭什么你不能配合？官差大人，
我看你就是对他太客气了，要我直接将他抓拿了。你们敢？领头的官差早就得了曾才良的吩咐，对林穗安的马车是重点排查的。林姑娘，请配合我们检查，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你们敢？这城我不出了还不行？这城可不是你说不出就不出的，恐怕你这马车上藏了什么猫腻，今日必定是要接受检查的。那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查了。李叔，走。李武驾车可是个好手，接受到林穗安的眼色，就开始调转马车头。大伙儿追！一众官差朝林穗安追了过去，赶紧把人追上，看他还敢不敢嚣张，连官差都不放在眼里。官爷辛苦了，我们接受检查，随便你们怎么查。看着一众车队，再想起刚刚镖队和林穗安吵架的情形，官差果然如林穗安预料的那般，没有那么仔细。多谢官爷，多谢官爷。而这边，林穗安也很快被官差追到。林姑娘，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你们今日是非查我的马车不可是吗？我不出城也要查。今日非查不可。他刚刚已经让人通知县令大人，想必县令大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哎，既然如此，我配合。不过我要到城门口去查，我要出城。当然可以，行。我配合你们调查，如果没查出什么，你们需要给我道歉。这时，县令大人曾才良也匆匆赶了过来。林姑娘，刚刚你大闹城门口的事儿，我可是听说了。配合调查。领头官差立马会意，将车帘子掀开，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查好了吗？我就说没有任何东西，你们还偏不信。跟在你身边的那只狼呢？哼，大人，你莫不是说笑话？我身边哪里有狼？狼是随便养的吗？大家明明说你身边养了一只狼，最近猛兽伤人，还请林姑娘将这猛兽交出来。我从来没有养过狼，自然交不出来，怕是有人陷害我。我身边养的那可是正宗的狗，正好好的在我家里待着呢。曾才良感觉被林穗安耍了，如果狼不在马车上，林穗安刚刚闹的那出是为了什么？刚刚都有哪些人出了城？有不少人。出城的人都有登记在册，很快官差就拿来了册子。曾才良看着册子，目光在镖队上停留了许久。这镖队出城多久了？已经有一会儿了。一群废物，这调虎离山之计你都看不出来吗？大人，不如我带着人马再追上去。给我追！林穗安出了城门，就往岔路口方向走去。大小姐，敖乌不会有事吧？我们要不要快些和敖乌会合？不用，敖乌心里有数，越早会合越对敖乌不利，我们慢慢走，不急。哎呀，就是不知道这些官差会不会为难镖队。为难肯定是会为难的，但抓贼抓赃，曾才良没有证据，也奈何不了镖队。这边镖队到了一座山脚下，就将敖乌从车队里放了出来。大家动作麻利点。如果林穗安没有猜错的话，这官差应该很快就来了，他们必须多走上一些路。前面的镖队停下！你们胆子倒是不小，竟然敢瞒天过海，赶紧把内狼交出来，我还能在县令大人面前美言几句。大人，什么狼？我怎么听不懂你说什么？还敢在这里给我装？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告诉我那狼的下落，否则等我查出来，到时候你们镖队能不能在青田县待下去，还是个问题。哎呀，大人还请明说，我等都是遵纪守法的良民，我们也实在是不知道什么狼。我们镖队做的生意都是光明正大的生意，断不敢做那些违法乱纪的事啊！给我搜，仔仔细细的搜，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官差立马对镖队进行了搜索，这次搜得非常仔细，可惜搜索了半天，连个狼毛都没有搜到。说，你们是不是和林穗安事先商量好的？这狼是不是已经让你们放进了深山？官差大人，刚刚你也看到了，就因为林穗安耽误了出城的事，我们还吵了一架。我们事先根本就不认识，还是城门口的众人说不配合检查的是大名鼎鼎的林穗安，我到现在还稀里糊涂的，真没见到什么狼。给我上山！大家又朝山上走，果然一进山，官差就发现了动物的踪迹。确实是狼的踪迹，看着像刚从这里跑出去。给我追！今天把这狼抓了，我们就是头功，到时候县令大人必定有重赏。大家沿着狼的踪迹一路追，很快就追进了深山。哎，头儿，要不还是算了吧，怎么越走越瘆得慌？你个胆小鬼，算什么算？
敢耍我？今天这狼我非抓不可！这时，忽然从丛林中跳出了一只豹子，朝着官差就扑了过来。嗷呜！兄弟们，为了我们野兽的安危，这次给这些官差一些颜色看看，否则还当我们是纸糊的！猛兽们朝着官差就扑了过去。这些官差手上都有武器，可忽然被这些野兽围攻，顿时也乱了分寸。大家举起火把，猛兽怕火。果然，猛兽看到火把，原本攻势凶猛，立马后退了几步。我们追，就追那头狼！大家拿着长枪朝敖乌追来，到最后，敖乌被追到了山崖边。跑啊！怎么不跑了？敖乌眼看着这些人越来越近，他仰天长啸了一声，一鼓作气朝着悬崖跳了下去。老大，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追啊？这狼还算有些胆量，下面这么深，追什么追？这跳下去必死无疑。这狼死了，也算给县令大人交了差。走，我们回去。而此刻的林穗安在路口久久没有等到敖乌，此刻心里不明原因的有些心慌。大小姐，这眼看着时辰不早了，敖乌会不会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要赶紧赶路，要不天黑到不了府城了。李叔，你到前面去追镖队，问问情况，我往回走去看看。大小姐，要不我和你一起？不用，你听我的安排。林穗安沿着大路往回赶，走了大概半个时辰，就感觉山上有了异动。真是晦气，今日差点把命搭在了这里。果然县令大人说的对，这些猛兽就该除掉。老大，你说我们虽然没抓到这狼，可这狼也跳崖死了，县令大人会不会给我们奖赏？自然是有的，不过就是可惜了那只狼，那狼皮、狼牙可都是好东西，能卖不少银子呢。林穗安听到这里，心下一凛，难不成敖乌跳了悬崖？老大，你说那狼真的是林穗安那只狼吗？会不会搞错了？不过这狼也太神奇了，似乎通人性一般，竟然能够集结这么多动物来攻击我们。幸好我们命大，不然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我们说是，那他必然就是。老大说的有道理。等人走远，林穗安才回过神来，他转身往山中跑去。敖乌！就在林穗安焦急寻找的时候，忽然从山林里跳出了一只狮子。你是要告诉我敖乌在哪里吗？就这样走走停停，林穗安可以确定这狮子是带他去找敖乌。不知走了多久，林穗安看到一条通往悬崖的陡坡。我们快点，敖乌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们早点找到他，他还能有一丝希望。敖乌，你这般聪明，肯定不会轻易就死的，对不对？你等着我，我肯定能把你找到的。这时，狮子朝着河岸边嚎叫了起来。林穗安顺着狮子嚎叫的方向看去，就看到敖乌湿漉漉的躺在河岸边。敖乌，你哪里不舒服？我是林穗安呢，我来找你了。敖乌，你放心，我来了，我把你带回家。眼看着天就要黑了，从这里跑回去恐怕是不可能了，必须先找个地方休息休息。你能找到一个休息的山洞吗？恐怕我们今天晚上要在这里过夜了。不知走了多久，狮子在一座山洞前停了下来。你们在这里待着，我去采点草药回来。林穗安采了一把参金草，又采了一些蒲公英。唉，如果有些土鳖虫就好了。这时，跟在身后的狮子往前跑了几步，对着一块土就刨了起来。只见一群土鳖虫正在狮子的脚下，快速地将这些土鳖虫处理好。林穗安和狮子回到山洞。敖乌，我给你抓药回来了，你醒一醒，看你逞能，这下受罪了吧？好吃的饼子你也吃不上了吧？下次看你还不跟我商量，自作主张。林穗安，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看你下次还逞能。林穗安抱着敖乌一直走一直走。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哎呀，林姑娘，终于找到你了，大家都急死了，赶紧走吧，再找不到你，李武都要以死谢罪了。我们大部队都在驿站等着，其他兄弟都去找你了，我先把你送到驿站。等到了驿站，果然看到了众多熟悉的面孔。没多一会儿，李武急匆匆地从外面跑了进来。李叔，让你担心了。哎呀，大小姐，你没事就好。李叔，我们这就去府城，敖乌受了重伤，必须尽快找到大夫。大小姐，我们现在就走。林穗安对着镖队的众人再次表达了感谢。多谢大家今日的帮助，驿站的开支我已经支付了，祝大家一路顺风，到时候青田县见。一路上，李武马车赶得又快又稳，很快就到了府城。李武问了路人，随即朝百草堂驶去。抓药还是看大夫？请问苗大夫在吗？哦，是哪里不舒服？青田县的吴大夫是我朋友，能否让我见一见苗大夫？您稍等。很快，林穗安就看到一个干瘦精炼的老头从里间走了出来。
你认识我师兄？我和吴大夫是朋友，之前吴大夫一直给我娘治疗头疾。林穗安这般一说，苗大夫就知道林穗安是谁了。想必林姑娘今日来是有事吧？可是你娘的病情有了反复。实不相瞒，今日来是找苗大夫帮忙看病的，只不过这病人比较特殊。我们医者治病行医，在我们眼里只有病情，没有身份。苗大夫正等在门口，就看到林穗安怀里抱着一只庞然大物。这就是要看病的病人。希望苗大夫不要介意，这狼就是我的亲人。昨日他身受重伤，在府城我也没有其他认识的人，只能借着吴大夫的名头求上了门。这我没有给狼看过病，恐怕……苗大夫不用害怕，这狼性子温顺，很通人性，不会咬人的，你只管把它当成人就行。苗大夫的大恩大德，我必定不敢忘记。那我且看看，到底如何，我也不敢保证。苗大夫先检查了一下外伤，都是一些擦伤，问题都不大。重要的是背后这长枪刺伤，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最重的恐怕是这内伤，不知是如何伤的。昨日从悬崖上掉了下去，我给他吃了参精草和土鳖虫。幸亏你处理的及时，心脉这些总算是护住了。不过这次伤得比较深，还是要多养养才行。我开一些药，你给他按时服下。苗大夫很快开好了药方，林穗安付了诊金，临走前特意嘱咐：不知苗大夫能否帮我保密？林姑娘请放心，行医者不会将病人的隐私暴露出去，这是我们行医者最基本的操守。多谢苗大夫，等下次苗大夫来青田县，虽然必定热情款待。敖乌这次伤得如此重，青田县又是这般情形，短时间怕是回不去了。而双溪村却出了大事。二哥，爹和娘背叛了流放。你说爹娘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要流放，这他们哪里能受得了？二哥，你是家里最有本事的，你快想个办法呀！我废人一个，我有本事我还会这样吗？你是存心来取笑我的吧？以后家里的事你别和我说。我当初那般的时候，你们又有谁问过？滚！二哥，你别这样，我也是心疼爹娘。自作自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林景东只觉林景夏太过冷漠，在这个家，林大柱和老林氏最是疼这个二儿子。二哥，爹娘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实在是不该如此冷漠。我冷漠？哼，我就是冷漠，你又能拿我怎么办？如果你今天还是来说这些有的没的，就赶紧滚！林景东想着自己还有林穗安交代的任务，缓和了语气。二哥，我也不是来和你吵架的，现如今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大哥和我们已经彻底成了陌生人，往后我们兄弟可要互相扶持。老四，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哥哥，你就听我的，我们家变成这样都是林穗安害的，我实在是不甘心呐。现在林穗安混得风生水起，二哥，我们还是安生过我们自己的日子吧，别去惹他了。我现在烂命一条，活着就是为了对付林穗安。你说我现在这样，猪狗都不如的活着，还叫日子吗？现在正好有人也要整林穗安，听说林穗安的狼可是掉到悬崖摔死了。二哥，你确定这狼死了吗？林景东之所以会对林穗安这般畏惧，就是畏惧他的狼。当然确定，接下来你就等着看好戏吧。林景夏将安排低声说了一遍。明日我们一早就回村，我这也是好久没回村了。林景东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给林穗安递消息。三人雇了一辆马车去往了双溪村。这是谁的马车呀？婶子，是我们好久没回村了，回来看看。是你呀？你们不是被逐出村了吗？怎么还有脸回来？你们家同生公呢？让我们看看。听说行了坤刑，我们还没见过呢。要不将车帘子打开，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你们不是受刑了吗？这会儿连马车都有了，看样子混得不错呀。让开，让开！马车撞人了，可别怪我。不行，不是本村的人一律不能进村，要进村先找李正登记。各位婶子，是我们回家有点事儿。是你呀？
你可以进，你哥和你嫂子不能进。婶子，我哥也是双溪村的人，这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何必闹成这般不好看？给我一个面子，通融通融啊！给你面子？你有什么面子呀？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村里人，我都不稀得和你说话。你们老林家一家人都坏透了！呸！林景东的脸色白了又红，红了又白。他们在村里怎的就混成了这样？原本因为二哥是同生，那时候大家见了他们都是脸带笑意的，何时这样过？李正正忙着呢，被人匆匆找了过来。进村是做什么的？李正叔啊，我哥回家有点事儿。进村可以，马车不能进村，自己进去吧。李正有一天忽然回过味儿来，上次那人贩子指不定就是林景夏赶着马车带进村的，现如今对林景夏更是看得严。谁知道这家伙这么久没出现，又会出什么幺蛾子？把我放下去。这会儿大家才看清林景夏的真面目，原本有些圆润的身体此刻消瘦了不少，整个人也阴郁了不少。这会儿我能进村了吗？去吧。这边林景夏刚进村，县令带着官差也进了村。县令大人，我是这里的李正，不知大人来此有失远迎。不要紧不要紧，我今天来这里也是有公务在身，还请李正大人将村里人都聚集起来，本官有话要讲。不知是何事啊？我这心里也有个准备。李正何必如此着急啊？等下我一起讲了就知道了。李正只能敲锣打鼓，通知大家到村口集合。都来齐了吗？除了外出的都来齐了。既然都来齐了，那我就长话短说。想必大家都知道最近猛兽伤人的事儿，为了大家的安全呢，我们县衙发动了人力和物力，大力的去清除猛兽。听说你们双溪村有猛兽出没，我这才带着人来的。听到这话，林景春脸色一沉，随即又松了一口气。林穗安和敖乌没回村，也算一件好事。这个欢迎大家举报，对于举报有功者，赏银5两。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今日我们挨家挨户的进行检查，希望大家配合。然后还不等大家说什么，曾才良一挥手，官差就分开行动，挨家挨户检查了起来。官爷，这是我家没有猛兽呀，家里就养了一条狗。狗也不行，狗伤人的事情还少吗？你看，这狗一看就是凶猛的，必须除掉。大家面面相觑，不是除猛兽吗？怎么连狗都不能养了？家里有狗的顿时着急了起来。还我狗，我的狗不咬人，还我狗！妨碍公务，小心抓你进监牢。李正看着这架势，看着面前还是带着笑容的县令大人，只觉得刺眼得很，心里只有3个字：笑面虎。县令大人，这些狗都是家里养着看门的，从来没有咬过人，还请大人高抬贵手啊！哎，李正，这可就是你的觉悟地了。这狗咬人已经发生了好几起，我这也是为了村民着想。这万一狗发了疯咬了人，这到底是人命重要还是狗的命重要啊？林景春此刻再也待不下去，虽然敖乌不在，可家里还有一条狗小辉。正等林景春想悄悄溜走，这县令大人好像在他身上安了一只眼睛似的。那个谁，先别走，大家都待着，谁也不能离开，不许回家将狗放进后山。到时候且不说后山的猛兽会不会把你家的狗子吃了，也只是多费力气。我们这次进村势必要将村里的狗一条不落的处理干净，大家也别有怨言，我们都是为了大家好啊。眼看着村里的狗都要被官差抓光了，林景春也越来越急。小辉快跑！小辉因为被嗷呜训练的，逃跑这件事还是熟能生巧，他撒丫子就往后山跑去。还敢和狗子通风报信，活得不耐烦了。林景春虽然挨了打，但见小辉跑了，心里还是松了一口气，必定不能让小辉被抓。你们这般不配合官差办差，将刚刚捣乱的人带走，我看你们是狗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想要尽快的放出来，就拿狗来换。你就是林穗安的爹是吧？
听说你们家养了一匹狼，很遗憾地告诉你，你家狼前几日已经掉下悬崖摔死了。你带头反抗，跟我们走一趟吧。林景春浑浑噩噩的被官差带走，钟伯和其他家丁面面相觑。大家先别急，把家里收好，再安排人去给虽安送信，会有办法的。大家都回去，明日一大早我就进县城想办法。再不济还有虽安呢，虽安会有办法的。听到林虽安的名字，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不知什么时候，双溪村的村民对林虽安的信任超过了李正。这时，一阵吼叫声从林虽安家的院子响起。月娘，发生什么事了？芸娘呢？我不知道，刚刚有人来抓狗，芸娘着急想上去帮忙，我拉着她准备躲到房间里，可是我才准备关门，忽然有人从背后给了我一闷棍，我正准备尖叫，一个手帕捂住了我的鼻子，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找，大家赶紧找，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到芸娘，再通知李正，发动全村的人找。大家才刚到家，正准备烧火做饭，又再次被李正的铜锣召集到了一起。各位乡亲，芸娘不见了，我们必须立刻发动村里人找。刚刚那么乱，会不会是芸娘跟着官差们出了村呀？月娘把当时的情况再次说了一遍，众人听到这里才知道是有人蓄谋已久。大家快去看看，林景夏他们可还在村里。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大家纷纷朝老林家跑去。等跑到老林家，哪里还有人？我就说这个林景夏回来准没好事，没想到还真让我说对了，他们必定是早就出了村。李正，那我们赶紧带着人去追啊！哎呀，都不知道跑多远了，这会儿哪里能追得上啊？要不还是等天亮了报官吧。知道是他们做的，他们也跑不了，就怕等报官就来不及了。林景夏都成那副样子了，和他还有什么道理可讲？我去找，都怪我不好，是我没有照顾好夫人。我们先在村里以及周边先找一找，去通知虽安的人，恐怕要连夜去通知了。而此刻，林虽安和敖乌躺在新家床上的第一晚，原本该高兴的日子，可林虽安心里总有一些不安。敖乌，你安心在这里养伤，明日我先回村看看，我这心里总是不安。林虽安，你去吧，不用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我不在，你可不许乱跑，我让李叔留下来照顾你，等到村之后，我再把小草安排过来。两人说着话，没多久就睡了过去。就在天快蒙蒙亮的时候，一只乌鸦的叫声吵醒了林虽安和敖乌。林虽安，不好了，双溪村出事了！是双溪村的乌鸦。乌鸦说的什么？乌鸦飞的胳膊都要断了，一夜之间跑了这么远的路。敖乌也走了出来，见乌鸦总算把气喘匀了，这才开口问道：发生什么事了？乌鸦哇哇的开了口：林虽安的娘被林景夏等人抓走了。怎么会？家里安排了那么多人，怎么就被林景夏抓走了？乌鸦继续哇哇的说着，将昨日发生的事全说了一遍。此刻天还没亮，可林虽安已经等不及天亮了，他让李武安排马车。李叔，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回双溪村。阿乌，还是按我们说好的，你安心待在这里养伤，只是需要你自己照顾自己了，我会立马安排人过来的。林虽安，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我能自己照顾好自己，只是遗憾不能帮你。敖乌又开始嘀嘀咕咕地跟乌鸦说着话。以后乌鸦就会跟在你身边，他会发动鸟群寻找你娘的下落，到时候他会带着你去往地方。敖乌，还有一件事情麻烦你了，安排一只鸟儿把这个送到府衙张大人手上。李武知道事情紧急，马车也赶得飞快，不到晌午就到了青田县。李叔，去玲珑房一趟。这么多天了，想必舒康平也该有回信了。果然才到玲珑房门口，小二看到林虽安就迎了出来。林姑娘，您要的信来了。林姑娘，敖乌没事吧？你也知道敖乌的事情了？这个事在县城都传遍了，那些官差说有猛兽攻击他们，最后一只狼跳了崖，还绘声绘色地说这狼是你养的狼。多谢你，我先走了。林虽安上了马车，才打开了舒康平寄来的信。信上除了一些日常的问候，最重要的就是赵嬷嬷身边的那个老妇人的身份。原来巧姑当初和赵嬷嬷同时身为周家老夫人的贴身丫鬟，不过这般信任的人在周老夫人怀孕生子的那段时间却消失了，直到满月了才重新出现在周老夫人身边。马车再次来到了青田县城门，看到是林虽安，官差这次检查的更加仔细了一些。就在这时，
双溪村报信的人也到了县城。大小姐，不好了，你娘不见了！我先来报信，村里的人已经去找了，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找到。各位父老乡亲，我是林穗安。林穗安现在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和县令抗衡，有的只是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威望。各位父老乡亲，最近因为猛兽袭击人的事，给大家的生活造成了很多的困扰。我知道县令大人是为了大家好，可因为这件事，我娘丢了。我娘之前脑部受了伤，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她怕陌生人。昨日县令大人带着人去了我们村里抓狗，我知道县令大人是好意，可是不是有些太过矫枉过正？狗是我们人类的朋友，他给我们看家，现在县令大人在我们村大力抓捕狗，还因此把我爹抓了，而坏人在县令大人的眼皮子底下还把我娘带走了。找县令大人给我们一个说法，狗是狗，猛兽是猛兽，怎么能因猛兽伤人就将狗抓了？将林穗安的父亲放出来，还有林穗安的娘，大家都帮着一起找一找。对，找县令大人给个说法。林穗安可是我们青田县的大恩人，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恩人都保护不了的话，活着还有什么用？多谢大家的好意，林穗安再次感谢大家。我娘情况紧急，我这里有我娘的画像，希望大家见到我娘给我报个信，我会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林穗安将画像传递给大家，大家纷纷点头。你放心，你娘就是我们的娘，这个坏人我们一定不会放过。此刻曾才良正在县衙办差，随口问着身边的师爷：事情办妥了？办妥了，银子送过来，已经送过来了。那林穗安这边怕是要闹起来呀。闹就闹吧，这个事情和我有关系吗？我只不过是例行公务，说到底我都是为了老百姓好。还是大人英明。外面什么声音？我这就去看看。还没等师爷走出去，官差就来报了。大人，外面有人报官，这人非得见大人一面。谁这么大胆子？报官就报官，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是林穗安。曾才良眯起了眼睛，这林穗安来的倒是够快。哎呀，各位乡亲，谁有冤屈，这一个一个来，大家拥挤在一起，这像什么样子吗？大人，我有冤屈。你要状告何人呢？有何冤屈说出来，本官自会秉公处理。我要状告大人。林穗安此话一出，现场都安静了下来。曾才良脸色一冷，这林穗安还真是好大的胆子，还敢直接状告他。何事状告本官？状告大人滥用职权，矫枉过正，因为猛兽袭人的事，连我们村里的狗都不放过，因此还将我爹抓走，还让坏人有机可乘，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把我娘抓走。你爹是我抓的，你爹扰乱公务，抓他不远。至于你说你娘的事儿，这可跟我们没关系。如果你们不进村抓狗，那坏人也没有机会把我娘抓走。事情就如此凑巧，坏人刚进村，大人也带着官差进村了。敢问大人，其他村的狗也处理了吗？还只是单单处理了我们村的狗？林穗安了解了一下，这曾才良是直奔他们村去的，其他村根本没有去。哎，我说林穗安，你在跟谁说话呢？我是因为你为我们青田县做了不少的贡献，才第一个奔赴你们村。你还真是不识好人心呢你。至于你说的有人绑架你娘，这个事情我根本不清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你好好说话，我还能派人帮你一起找。如果你这个态度，那你自行请便。林穗安这时看到一个熟悉的马车，心里大概有了数。曾大人，你这个理由未免太过牵强。我们村里的狗都很温顺，从来没有出现过伤人的事，狗命也是一条命。怎么没有？你们村就有人告状你养的狗伤人。林穗安，你家不止一条小奶狗吧？还是说你养的根本不是狗，而是一匹狼？是狗又如何？是狼又怎么样？你们苦苦相逼，已经逼得我家狼狗跳了悬崖。我现在怀疑你和年前马戏团的人是一伙的，打着去除猛兽为民除害，实则是将这些猛兽抓了，然后继续组建马戏团。林穗安，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我有没有胡说？自然有人来调查。林穗安刚说完这句话，马车里的人掀开了帘子，从里面钻了出来。曾才良，你来说说吧。大人，您怎么来了？民女拜见大人。民女现在要状告青田县县令，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借着为民除害的名义抓捕猛兽，想以此来再建马戏团。张大人和王同之原本就是职场上的对手，
这马戏团的事儿，在府城的时候他就清理过一次，没想到才刚清理完，这些人就在青田县开了起来。张才良，你好大的胆子！把人给我拿下！我今日倒是要好好审问审问。大人冤枉啊！大人，都是林穗安故意编排我，请大人明察呀！是不是冤枉，我自己会查清楚。民女暂且退下，我娘现在生死未卜，请大人见谅。既然你娘丢了，正好让你爹一起去找。多谢大人。这时林景春也从牢笼里放了出来，林穗安冲过去，见林景春并没有受什么伤，心里松了一口气。穗安，爹又麻烦你了。爹，你说什么呢？我们父女之间何必说这些？要说也是我连累了你。爹，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娘不见了。怎么好好的人会不见呢？林穗安将大概的情形和林景春说了一下。哎呦，都怪我！这时林穗安看到乌鸦扑棱着翅膀飞了过来，定是乌鸦找到芸娘的下落了。爹，别急，我们一起去找。林姑娘，你头上有乌鸦，赶紧把它打跑。多谢大家提醒，不过这乌鸦是我的朋友，请大家不要伤害它。大家如果有我娘的消息，也请尽快联系我。林穗安以为乌鸦会朝什么废弃的巷子、荒郊野外走，没想到却是去了一座民宅。就在这时，屋里传来一阵动静，紧接着就是芸娘的尖叫声。娘，你别害怕，我是穗安，我来救你了。林穗安见这门一点也踢不动，看了看围墙，一个翻身从围墙上面翻了过去，立马被里面的场景气得眼红。娘，是我，穗安呢？而对面除了林景东、林景夏、刘氏，还有赵嬷嬷和一个老妇人。如果我娘有个3长2短，我林穗安定会将你们碎尸万段。这是巧姑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林穗安，此刻她在林穗安的身上看到了周老夫人的影子，被这么一怒视，不知怎的，一把年纪还犯了怯。你们这2个畜生玩意儿，我当初就不该心软放过你们。芸娘，别害怕，我是景春呐，我们来接你回家了。娘，你别害怕，李叔，去请大夫。此刻的芸娘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不管林穗安和林景春如何呼唤，都没有一点反应。不要，血，好多血！娘，放过我娘！你们到底对我娘做了什么？巧姑，老妇人没想到林穗安能第一时间叫出她的名字，这个名字有多久没人叫过了？我什么都没做，她是我们周家的大小姐，我只不过是想看一看她活得好不好。为了看她活得好不好，需要把人绑来。原本周家的事我不想参与，我娘有我们也够了。现在既然你们死抓着我娘不放，这周家的事，看来我不得不参与了。林穗安，你姓林，想要参与周家的事，还要看我答不答应。你凭什么不答应？一个丫鬟还真把自己当成老夫人了，你也不怕周老夫人夜里找你？你好大的胆子！巧姑恼羞成怒，丫鬟这个身份多久没人提起了，巧姑都要忘记这个身份了。我再大胆也没有你大胆，一个丫鬟还成了老夫人，这中间不知有什么见不得的勾当。来人呐，把这个丫头拿下！很快，好几个壮汉将林穗安和林景春等人围住。林穗安神色一冷，爹，你照顾好娘。此刻的林穗安心里也憋着一股火，对着这些人毫不手软，很快就将这些人打倒在地。这时张大人安排的官差也追了过来。林姑娘，可需要我等帮忙？官差大人，这些人将我娘绑架，请帮忙带回官府审问。把人拿下。很快，连同巧姑和赵嬷嬷，所有的人都被官差拿了下来。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闭嘴！不管你是谁，请到了府衙和我们大人说。不要追我！这样！娘，没事了，没事了。就在这时，芸娘一个激动，直接晕了过去。正好这时，李武带着大夫跑了进来。大小姐，大夫来了。快看看我娘！病人情况气血空心，这般情况下受不得刺激啊！我先开一副安神的药给他服下，等他醒来之后再看看情况。回到宅子，芸娘的药已经喂不进去，此刻也还在昏厥当中。你出去吧，我来喂。林穗安看林景春的表情，瞬间秒懂。好吧，也只能如此了。这时，月娘这些人也赶到了宅子。大小姐，
是我没有保护好夫人，我接受惩罚。林穗安一直没出声，他看着面前站着的一群人，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安排得很好，没想到还是被人钻了空子。你们可认识到了错误，我临走前是如何交代，一切以家人的安全为主，特别是我娘的安危。月娘羞愧地低下了头。林穗安是信任她，才将云娘交给她，可她原本行走江湖，却缺少了该有的警觉，竟然让没有一点功夫的人将自己放倒，实在是羞愧。大小姐，我错了，请再给我一次机会。起来吧，每个人罚1个月月饮。林穗安处理了月娘等人的事，再次去了县衙。林姑娘，你娘可还好啊？我娘原本就受不了刺激，现在还在昏迷中。这些人实在是胆大包天，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虽然有个不情之请，不知我能否见一下巧姑？去吧。官差带着林穗安去了监牢。此刻，巧姑和赵嬷嬷关在最里间。你还来干什么？你娘又不是我们绑的，我们只不过是和你娘见了一面而已。原本同为丫鬟，现在人家成了老夫人，而你还是丫鬟，心里必定是不平衡吧？你胡说，我才没有。没有？你结巴什么？你休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你一个丫鬟不配和我说话，滚一边去。林穗安开口丫鬟，闭口丫鬟，不仅赵嬷嬷心里不好受，巧姑心里也不好受。你算老几？论理来说，你该叫我一声大小姐。你算算我是老几？我娘可是周家大小姐。你说我娘重新出现到苏城，出现到周家，会发生什么？你们这样不辞辛苦的来到青田县，不就是怕我娘回到苏城，抢了周应秋的位置吗？原本我对周家不屑一顾，现在我还非得带我娘去苏城走一走，是我们的，谁也别想拿走。哼，你以为周家是你3言2语就能拿回去的？再说，夫人也是周家的女儿，是周老夫人亲手将周家交到夫人手上的。你娘以前或许是众望所归，现在也不撒泡尿照照。一个傻子还妄想坐上周家当家主母的位置，简直笑掉大牙。我娘现在不行，那我呢？我和你们那个大小姐周婉晴都不用比，我想大家都会知道选谁。这就是巧姑和赵嬷嬷的痛处。周冬云没了威胁，可林穗安不一样。林穗安在苏城一炮而红，如果再把周家的身份亮出来，那些周家的族老会选谁，根本不用说。我倒是好奇得很，都说周应秋和我娘是双生女，可两人为何一点都不像呢？还有，你为何叫她老夫人？你说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林穗安，你休要胡说八道，周家的血脉岂是你3言2语就能混乱的？不然你们给我解释解释，你这老夫人的名头是从何而来？两人同为丫鬟，你何时成了她的老夫人？我何时叫过她老夫人？休得胡说八道！现在否认有何用？怀疑的种子已经深埋在我心中，而我也会把这颗种子撒遍苏城的大街小巷。到时候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林穗安将话说完，转身就离开了地牢。这次他非得将周家搅个天翻地覆。赵嬷嬷，你说该怎么办呢？老夫人，一不做二不休，之前还是我们太仁慈了，以后休要叫我老夫人了。我说了多少次了，你都不听，这下好了，让人抓到把柄了。巧姑此刻也没了往日的从容，对着赵嬷嬷斥责了起来。我以后会注意的，刚刚是我急了一些，你我情同姐妹，往后还是按照以前的称呼来吧。是，巧姐姐。林穗安回了家，此刻的云娘还在昏睡，林景春守在旁边。爹，娘状况有好一些吗？刚刚喝了药，平静了一些，可能是太累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吧。爹，你也别担心，我已经让人去府城请吴大夫的师弟苗大夫了，想必有苗大夫在，娘不会有事的。就在这时，床上的云娘睁开了眼睛，她打量着眼前的一切，似乎有些陌生。云娘，你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这是哪儿？你们是谁？娘，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安安呐。安安是谁啊？你长得好漂亮啊。那你可认识我？云娘立马将手从林景春的手里拿了出来，反手就给了林景春一巴掌。登徒子，敢占本小姐的便宜！这一巴掌又脆又小，把林景春和林穗安都打懵了。那你还记得你自己是谁吗？我是周家大小姐呀，
我怎么可能忘记自己是谁？哎，不过我怎么在这里啊？我的丫鬟呢？还有周正阳呢？林穗安不知道芸娘的记忆是什么时候的，看样子还没有记起发生后面的事。他们有事将你托付在我们家，这个是我爹，我是林穗安。啊，对不起，我没把你爹打疼吧？我刚刚不是有意的。不要紧。虽然我打你不对，但你身为男子，不该抓住陌生女子的手就不放，这于理不合。对不起，我下次不会了。看到林景春吃瘪，林穗安噗呲笑了出来。姑娘，男女7岁不同席，这并不是好笑的事儿。周小姐教会的是，闺房更是女子私密的地方，你还不出去？爹，你先出去。穗安，你娘会不会有事啊？我……你别担心，我先陪娘说说话，探探底。等下苗大夫来了，让他再给娘检查检查。林穗安将林景春送出门外，正想着该和芸娘说些什么，没想到芸娘倒是先开了口。我感觉你很亲切，我是怎么在你们家的？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那你知道自己现在几岁吗？我当然记得了，我又不是傻。我前2日刚及笄，今日不是和周正阳几人到庄上去看绣线吗？马车发生了故障，我撞了头，睡了一觉而已。哎，你是附近的农户？对，因为你昏迷了，所以先暂住我家。说来也奇怪，你的马车怎能好端端会发生故障？哼，不过是有些人见不得我好罢了。对了，你有兄弟姐妹吗？关系可好啊？我有2个弟弟1个妹妹，我们关系很好。唉，还真让人羡慕。可惜我和妹妹的关系却不好，有时候我都搞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妹妹，为何关系反而不亲密呢？你是说周二小姐周应秋吗？你们关系不好吗？不是，只是有时候我真看不懂她。娘从小就对她百般纵容，可她还是不满意。唉，我倒宁愿自己是她呢。或许她想要的是你周大小姐的身份，还有未来的周家。如果她真的想要，我给她又何妨啊？对于我来说，周家就是一个枷锁。我当初还和娘说过呢，让她继承周家，可惜娘并不答应。林穗安没想到中间还有这样的事，可以看出芸娘对周应秋是真心爱护的。我这头伤得重不重啊？感觉有点晕。那你赶紧休息休息，大夫马上就过来了。那你陪陪我吧，我总感觉和你认识许久似的，看着你莫名的熟悉。好，我陪着你。不多时，苗大夫总算赶到了青田县。林景春赶紧把人往房间送，将大概情况说了一下。已经醒过来了，可是却将我们都忘记了。我先去给病人看看。穗安，苗大夫来了。大夫来了吗？我让大夫进来给你看看，你伤了头。请进来吧。林穗安在门口低声将芸娘的情况再说了一遍。我娘现在只记得几几时候的事情。我先看看。林穗安点点头，将苗大夫带了进去。林景春想进去，想了想，最后作罢，只能蹲在门口静静守着。你是哪里的大夫？倒是眼生得很，怎么不请苏城有名的季大夫？季大夫离得远，苗大夫医术不在季大夫之下。我此刻脑袋隐隐作疼，感觉睡了好久般，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儿被我忘记了。刚刚芸娘并没有和林穗安说头疼的事，此刻林穗安也有了一些紧张。小姐别急，我先给你看看。苗大夫先是给芸娘把了把脉，然后又仔细检查了一番，脸色越来越沉。可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但说无妨，我都能接受。问题不大，就是碰到了头部需要扎针，气血有些上涌，吃上一些药就好了。那就好，那大夫赶紧吧，周家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处理呢。容我下去写个方子。林穗安将芸娘安顿好，跟着苗大夫走出了房门。苗大夫，我娘情况如何？此刻她气血上涌的厉害，脑袋里好像有一场博弈。那该如何是好？那她还能恢复正常吗？我且先给她开一副药，然后再扎上几针试一试。但有个情况需要提前和你们说明，好的话一切恢复如常，如果不好的话，恐怕会永远也醒不过来。林穗安和林景春都呆愣在原地，
永远也醒不过来，谁也不能承受这么大的风险。如果不治疗会如何？不治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怕是要时空错乱。你们暂且先考虑一下，我先去配药。虽安，该怎么办呢？林穗安也拿不定主意，但不治也不行，治疗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爹，我相信苗大夫的医术，治疗的话还有一线生机。我相信娘也是同意治疗的。可是如果醒不过来……就在这时，屋里传来一声咚的响声。林穗安和林景春赶紧推开门跑了进去，就看到床边一只茶杯摔得4分5裂。别动，我来。你没事吧？怎的好好的将杯子打了？我没有，不是我干的，娘，真的不是我。林穗安皱了皱眉，这是把她当成了周老夫人。好，不怪你，不是我们芸娘干的，我都明白。娘，你真的相信我吗？娘，这么多年我处处让着妹妹，她抢我东西陷害我，我都一笑了之。是当时她还小不懂事，可为什么她还是得寸进尺？之前只是小打小闹，最近三番2次却是冲着我的命来的。娘，我没有推她，是她自己掉进湖里的。好，那是她活该，害人最终要害己。我都怀疑我们到底是不是亲姐妹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她想要周家，我给她就好了。这是林穗安第2次听到芸娘说将周家给周应秋的话了，芸娘情绪激动，再一次昏厥了过去。娘，快将苗大夫请过来。苗大夫匆匆而来，再次检查了芸娘的状况，摇了摇头，状况越来越严重了，我现在就给她扎针。林穗安和林景春帮着苗大夫按住芸娘，苗大夫小心翼翼地开始扎针，随着时间过去，呼吸也平缓了下来。等会儿再看看情况，病人不能再受任何刺激，否则华佗在也救不了啊。芸娘直到晚上才醒了过来，林景春和林穗安有些紧张，眼也不眨地看着芸娘，希望那针和药是有效果的。你们这样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有脏东西吗？你认出我了吗？傻瓜，你是我的安安呀，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你？那你认识他吗？说什么胡话，这是你爹，景春哥。林景春一个大男人差点激动地流眼泪，总算是不被他当成登徒子了。那你知道自己是谁吗？这些年辛苦你们了，也谢谢你们，我全都记起来了。芸娘将这些年的事儿都回忆个遍，虽然到了林家之后吃不饱穿不暖，也时常受老林氏的搓磨，但林景春对她是好的，还有自己的几个儿女都是心疼她的。娘，真的吗？你都记起来了吗？我叫周冬云，来自苏城周家。我就把苗大夫找来。很快，苗大夫再次进了这间房门，仔细检查了一遍，又问了芸娘一些状态。你娘的脉象已经平静了许多，状态也好了许多，再吃些药巩固巩固，应该能稳定下来了。多谢苗大夫，能否请您在青田县再待2天，等我娘病情稳定了再回府城。林景春送苗大夫出去，然后吩咐人给苗大夫安排了房间。唉，都怪我，给你们姐弟添了不少麻烦。还记得当时你奶让我干活，我死活不干，还是你偷偷的给我偷吃的。我们安安可怜了，有我这样的娘，从小就没享受到母爱。才不是呢，我知道你最爱我了，你给我的一点也不比其他娘少。在原主的记忆中，只要林穗安犯错挨罚，芸娘都是第一个冲上去的。吃不饱的时候，芸娘都会将吃食省下来给林穗安吃。我再休息一会儿，你去看看你爹，你爹怕是开始钻牛角尖了。好，娘，你好好休息，我等会儿让爹来陪你。林穗安在宅子里找了一圈，最后才在后院的一个柴垛旁看到林景春正在将劈好的柴一一码齐。你娘睡着了？家里这么多柴火，这个节骨眼儿你怎么忙这个来了？闲着也是闲着。爹，你害怕了？说什么傻话呢？你爹一个大男人，怕什么？你怕娘不要你了，你怕你配不上娘，我说的对不对？林景春内心的想法就被林穗安这般血淋淋的撕了开来。娘什么都记得，刚刚他还让我来找你，他说你肯定在钻牛角尖了，果然还是娘了解你。你娘醒过来之后，我就感觉她不一样了，我好像真的
成了他口中的登徒子，趁人之危。爹，你瞎想什么呢？这些年娘这样，你都不离不弃的照顾着，你不是趁人之危，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你，娘这些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你娘是周家大小姐，从小知书达理，原本是周家的接班人。如果没有出意外，此刻就是周家的掌家夫人。虽然我没有去过府城，但也知道给皇宫送贡品的周家该是何等的了不起。那你是放弃娘了吗？让她回周家，然后在周家再找一个适合成婚的男人，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且不说娘能不能顺利回归周家，你就真的舍得吗？爹，如果你觉得配不上我娘，你更加应该提升自己。原本你也不差，你会打猎，会种田，这段时间帮我把家里也管得很好，你可别小看我们家现在的产业，算起来也是个小富户了。放在别处，那也是要请管事专门管理的，那你好歹也算个管事了。往后多提升自己，多读书认字，说不定等哪天娘真的回到周家，你就是她最得力的助手。周家女婿都是入赘的，也都是从家生子里挑选的，你比他们一点也不差，娘才刚好一点，你可不许因为自卑就冷落了娘。娘这个时候可是最需要人陪的时候，如果再因为你的事情害得娘病情反复，那你后悔都来不及。林景春被林穗安说的有些动摇了，好像似乎自己也没有那么差。再听到林穗安说的因为自己害云娘的病情反复，心里那点小纠结也似乎不重要了。爹，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一致对外，周家那些人肯定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先把周家的事解决了，再说你和娘的事情也不迟。你说的对，不管往后怎么样，我都不能让周家欺负了你娘去。这就对了，你晚上陪在娘身边吧，我累了一天了，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你赶快去吧，你娘有我呢。一连几天，林景春和云娘之间虽然相敬如宾，但至少林景春没有躲避了。周家的人来的比林穗安预想的还要快，这次来的不仅有周正业，还有周应秋母女。娘，你这刺绣也太漂亮了。唉，已经生疏了许多，比之前差远了。可惜你没有继承我的手艺，倒是你妹妹有这部分的天赋。唉，就是开始的晚了。不晚不晚，现在有娘亲自指导，相信小娘必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唉，周应秋是不是已经来了青田县？娘，你怎么知道？你天天和敖屋嘀嘀咕咕的，我还能不知道？往后啊，还是少让敖屋出现在人前。我都听娘的。等这边事情处理完了，就去见见你们的弟弟妹妹。唉，这些年都是我亏待了他们。娘，弟弟妹妹必定不会怪你的。如果娘想他们，我过些日子就把他们接过来。还是先把眼前的事情处理了吧。那娘想如何处理？要不要和周家的人见一面？不用，现在该着急的是他们，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先别让他们知道我恢复了。确实，现在不能让周家的人知道云娘恢复了，如果知道，怕是会对云娘动手。你就别管了，到时候还需要你帮忙呢。周应秋到青田县，花费了大量财力物力，将赵嬷嬷和巧姑从监牢里放了出来。巧姨，这宅子倒是不错。这宅子是巧姑为了落脚方便，特意在青田县买下来的。巧姑点点头，没怎么说话。巧姨，我已经吩咐厨房给你炖了参汤，这些天你受苦了，好好补一补，晚点让大夫来给你把把脉。你有心了，让巧姨替我受罪了。跟在后面的周婉晴脸上的不满已经藏都藏不住，她实在是搞不懂和赵嬷嬷一样的奴才，爹娘为何要如此讨好。婉晴，你先下去吧，我和你爹娘有话要说。有什么话是我不能听的？我说你是不是认不清自己的身份？婉清，不得无礼，赶紧下去，去厨房看看参汤好了没。娘，你看看他，我们为了他千里迢迢的来到青田县，他不感激不说，还对你们爱答不理的。我说他两句怎么了？只不过是我们周家出去的一个丫鬟罢了。周应秋见周婉晴越说越过分，啪的一巴掌挥了过去。不许你这样说巧姨。娘，你为了一个丫鬟打我，从小到大你从来没有打过我，现在就因为他打我。你不该这样说巧姨。你打孩子干嘛？少在我这里假惺惺，都怪你。说完，周婉晴捂着脸跑了。看着点大小姐，这里毕竟不是苏城，
丫鬟婆子赶紧都出去追周婉晴。你现在是翅膀硬了，婉晴她什么都不知道，你打她干嘛？谁都能说你是丫鬟，就她不能。巧姑何尝又不想摆脱这丫鬟的身份？周婉晴的话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了她心里。可周婉晴毕竟什么都不知道。好了，以后不能动手打孩子。婉晴心思单纯，就这般跑出去，出了事有你后悔的。婉晴有人跟着，不会出事的。现在我们还是想想怎么对付林岁安的事啊。上次我们见了周冬云，他已经傻了，没什么好担心的。周家的那些老古董们也能知道，在周冬云和你们之间选择谁，就是林岁安。似乎猜到了一些什么。巧姑将上次林岁安到监牢里说的那番话复述了一遍。往后这些小细节你们都要注意，身份有别，人前对我和赵嬷嬷一般，万不可再做出让人猜疑的事来。这个林岁安不能留了。这林岁安上次我看了，拳脚功夫厉害，又是个有勇有谋的，怕是不好对付。你上次不是也失败了吗？我看这个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上次是我们低估了林岁安的能力，既然能对付得了周冬云，我们就一样能对付林岁安。而这边周婉晴哭着跑出来的事立马就被林岁安知道了。还真是有意思，或许这个周婉晴就是我们手上的一枚棋子。走，我去会会她。确认好周婉晴的位置以后，林岁安带着小草很快就找到了周婉晴。林岁安赶到的时候，周婉晴正被店小二围着要钱。你没钱还充什么大小姐啊？还要招牌菜、上号的包房，嘿，感情在这里吃霸王餐呢。我就是忘记带钱了，等会儿就给你送过来，我又不是付不起。那姑娘报个地址，我们派人去拿。周婉晴刚从家里跑出来，怎么又好意思让掌柜的上门去拿钱？我晚点亲自送过来。一看你就是骗子，等下跑了，我们找谁去啊？再不付我就报官了啊！掌柜的，这钱我来付。哎呀，林姑娘是您呐，林姑娘乃是大善人。既然如此，我给林姑娘打个8折。我不用你假心假意当好人。那你自己付吧。那我只能报官了。周婉晴顿时急了，这刚从县衙出来，如果再进县衙，她还有什么脸？到时候我还你。林岁安想着自己来的目的，爽快地把钱付了。走吧，送你回去。不用你送，你放心，你的钱我不会忘记还你的。林岁安朝小草使了个眼色，小草会意，立马转身走了。没过多久，就听到了前面周婉晴的尖叫声：“放开我！放开我！”姑娘，怎么一个人呀？我们陪你啊。对呀，哥哥带你去玩呀。放开他！你他妈谁呀？多管闲事儿！正好2个一起陪我们玩玩。只见林岁安3两下就将这些人打趴在地上哀嚎。周婉晴眼睛都睁大了，还不快滚！这些人立马屁滚尿流的跑了。谢谢你。不用谢，说起来你还是我表妹，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马上天要黑了，你一个人也不安全，我还是送你回去吧。你能再借我一点钱吗？我改天一定双倍奉还。和家人吵架了？林岁安一问，周婉晴眼泪就流了下来。林岁安心里叹了一声，这周婉晴还真是单纯。走吧，我去给你开进客栈，你好好休息一晚。林岁安带着周婉晴绕了一大圈，特意找了一些鱼龙混杂的地方走。林岁安将周婉晴送到客栈。你在这里住一晚，等明天自己再回去吧，钱我已经付过了。